李玄，你这个灵根尽毁的废人，不配占着云霄宗大长老的位置，立刻滚去杂役堂！他本是北域第一天骄，年纪轻轻便修成化神，更是钦定的下一任宗主。可如今却修为尽散，成了任人欺辱的废人。而逼他入绝境的是他倾尽心血养大的3个亲传弟子。师尊，求您别再拖累宗门了，自己走吧。跟他废话什么？不滚去杂役堂，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山！ 3条白眼狼，这位置我不稀罕。今日我李玄自逐出宗，从此与云霄宗、与尔等恩断义绝。检测到宿主斩断旧日因果，心境超脱，符合绑定条件，万界因果投资系统绑定成功。 宿主可使用因果点数投资生灵，若生灵突破，则投资成功。返还的因果点可在系统商场兑换奖励。检测到宿主曾改变3名弟子因果，奖励因果点10点。童子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打开系统商城我看看。李玄只是随便看了几个推荐商品，便倒吸一口凉气，派出造化经，直指大道本源的无上功法，修炼可同速根脚，演化天道，价格10万点。立丁混沌中，先天混沌石炼制，催动可镇压一方时空，颠倒乾坤，价格8万点。每样东西都足以让9天仙域天翻地覆。冷静，冷静。 当务之急是解决自身灵根的问题。系统有灵根吗？极品丹灵根价格100点，变异雷灵根价格150点，天灵根价格200点，混沌灵根价格5万点，光阴灵根价格8万点。这，我以前也才上品双灵根，便已是北域第一天骄。若是极品丹灵根，直接可以去圣地当圣子了。 李道友，既然去意已决，若微送您一程。于若微金丹9层可以投资，目标人物身怀太阴绝脉，修为停滞于金丹9层100年，寿元仅剩10年，即将陨落，投资回报率1万倍。1万倍可以投资，正好试试水。投资成功，剩余因果点0点，因果点已置换为地火元阳液，可重塑太阴绝脉为太阴神体。若微，记住，太阴绝脉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回去后使用此物引液入体，以身为炉，方可破而后立。 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想去哪里？跟仙鹤说一声便是。李玄道兄，请。师尊，你看好吧，当初你选李玄，我会证明我比他强，我会把云霄宗发展成9天仙域的圣地。这就是我用一生守护的宗门，用性命栽培的弟子，真不值啊！不过这是我师尊建立的云霄宗，你们真以为有这么好拿吗？当务之急是将修为尽快恢复，然后让这些欺师灭祖之辈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仙鹤飞了3天3夜，凡人之躯的颠簸，让李玄的5脏6腑仿佛都错了位。想他昔日身为化神天君，神念一动便是千里之外，他就不禁苦笑。就在这时，一柄飞剑朝他急速射来，直接贯穿了仙鹤的一只翅膀。 李玄师叔，在下王爵，禽兽宗主亲传弟子，他让我送您一程。哦，禽兽师弟倒是费心了。哼，一个废人死到临头，装什么装？给我死！一个废人死到临头，装什么装？给我死！就在王爵的剑要刺中李玄之时，一道剑光横空出世，精准无比的斩在王爵的飞剑之上，将其直接斩碎。青霞宗齐真君，那个北域名声赫赫、杀伐果断的元婴大能。云霄宗禽兽坐下王爵，同门相残，追杀师叔，可杀！齐真君饶命，晚辈只是奉宗主之命行事。哼，好一个宗主之命！若非李玄培养出那3个元婴弟子，云霄宗至今还只是个不入流的3流小派，换来的就是你们这群白眼狼的背刺和追杀，简直令人作呕。齐真人，您真的要为了一个废人跟一位化神天君作对吗？呵呵，当年我被困黑风剑，是李玄救我一命，这份恩情我齐静书没忘，不像你们云霄宗养出来的尽是些无耻之辈。杀！齐静书，你敢？我师尊乃化神。静书，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。齐静书元婴3层，目标人物不能投资。看来他还没有遇到瓶颈。化神天君李玄灵根尽毁，被亲传弟子逐出宗门，现在整个北域都传遍了。在你捏碎传讯玉简的第一时间，我便动身了。李玄，跟我去青霞宗吧。虽然你现在修为尽失，但你曾经身为化神天君，对任何一个宗门来说都是无价之宝。来我们青霞宗当个客卿长老如何？自己正愁没地方找投资对象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？宗门之内卡在瓶颈的弟子最多，简直是系统完美的韭菜地。走。你现在是凡人，站不稳，抱紧我，掉下去我可不负责。投资成功，于若微重塑太阴神体，成功突破至元婴期，投资回报率1万倍，投入因果点10点，获得因果点10万点，剩余因果点10万点。太好了，有了这10万点，我就能兑换一个最强的灵根了。两人很快就来到了青霞宗大殿，主位上坐着的老者正是青霞宗宗主王不语，殿内两侧还站着几位气息不凡的长老。李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所有人的信息面板。王不语元婴8层，目标人物不能投资；5代元婴7层，目标人物不能投资。
李道友大驾光临，令我青霞宗蓬荜生辉啊！宗主，我想为李道友求一个客卿长老的职位。他虽修为尽失，但其见识与经验对我宗大有裨益。经书失职，我青霞宗好歹也是北域一流宗门，让一个凡人当客卿长老，岂不让北域同道笑话我青霞宗无人？吴代一开口，其他几位长老也纷纷附和。是啊，吴长老言之有理，宗门规矩不可轻废啊。景叔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不如这样，我为李道友安排一处上好的洞府静养，所需用度宗门全包了，你看如何？谢宗主收留，但李某也不能白吃白住，不如这样，就让李某指点一位修行遇到困难的弟子，全当是报答青霞宗的收留之恩，越是废柴越好。李道友，你如今与凡人无异，如何指点弟子修行？莫要误人子弟才好。吴师叔，你这话太过分了吧？怎么，我说的难道有错吗？既然李道友有此雅兴，恰好现在杂役堂有一名曾经的内门天骄，3年前从一处秘境回来后，修为便一路下跌，如今已跌落至炼气1层，再无寸进。宗门想尽了办法，都无法帮他提高修为。就他了，烦请叫人换来吧。听说了吗？齐老祖带回来的那个李玄，要在宗主大殿上指点人修行。指点谁呀？杂役堂的夏竹言，曾经的天骄，如今的废柴。一个灵根尽毁的昔日天君，要指点一个修为倒退成渣的曾经天骄，这事儿新鲜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看来是要准备把我逐出宗门了。也罢，先路一段，凡尘俗世走一遭也不错。夏竹言，我听闻了你的事情，特地来指点你的修行。3年来，宗主请了多少名医大能，全都束手无策。一个修为尽失的凡人，又能做什么？夏竹言，炼气1层可以投资，目标人物为极品火系丹灵根，在秘境中吸引琉璃鬼火，被寄宿，灵气被不断蚕食，修为倒退，道心蒙尘，即将彻底沦为凡人。投资回报率1000倍。异火吗？这东西无形无状，极难察觉，一旦被其寄宿，将修士的灵根和修为啃食殆尽。李玄如何？瞧了半天，可瞧出个所以然。李学小友，莫要逞强，洞府休养吧，不要再胡捣鼓了。你每次修行，是否感觉灵气如入漏斗，怎么都留不住？小腹丹田处是否时常有针扎般的刺痛？午夜时分，阴气最盛之时，这种刺痛是否尤为剧烈？竟然分毫不差，难道这个人真的有办法？装神弄鬼，一定是事先打探过夏竹言的情况。毕竟极品丹灵根的天骄陨落，在北域也算是一件大事。我说的对吗？没错。李玄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。若你能在3月之内让这夏竹言的修为有半分精进，我吴代便当着全宗上下的面向你磕3个响头，再双手奉上一株500年份的紫阳草。反之，你立刻给我滚出青霞宗！投资成功，剩余因果点99900点，因果点已置换为功法焚诀，可助修士炼化异火为己用。 3月太久了，片刻即可。李玄，不要拖大。宗主，麻烦你做个见证。好，那本座便做个见证。赌局成立。此乃焚诀，是我早年在一处秘境所得，可炼化异火为己用。李玄，你说他体内有一火，万年难遇的天地异火，会看上一个炼气期的小娃娃？你当我是3岁孩童吗？异火？开什么玩笑！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。这位昔日的天君，怕是真的脑子坏掉了。现在就原地炼化吧。锦书布阵，夏竹言在阵法中炼化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殿内殿外数万双眼睛都等着看李玄的笑话。怎么没动静了？李道友，你的片刻莫不是要等到天黑吧？快看，突破了！炼气2层，他真的突破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炼气3层，炼气4层，炼气5层，炼气6层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炼气7层，炼气8层，直到夏竹言冲到炼气9层巅峰时，一股无比灼热的气息从阵法中渗透出来，那真的是异火的波动。所有人大吃一惊，他们都呆呆地看向了李玄。投资成功，夏竹言初步炼化百形鬼火，成功突破至炼气9层，投资回报率1000倍，投入因果点100点，获得因果点10万点，总计因果点199900点。吴长老如何？你小子，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此事实属侥幸。我身为内门长老，位高权重，让我当众给一个凡人磕头，你做梦！宗主，您可是亲口做的见证。挽回一个极品丹灵根的天骄，别说磕3个头，就是磕30个，那也值了。而且这赌约是他自己上赶着立的，丢的也是他自己的脸。吴长老，赌约一立，岂能反悔？你是要让我青霞宗在北域同道面前沦为言而无信之辈吗？500年份的紫阳草，锦书，吴长老一番心意，替我收好，别浪费了。这可是500年份的珍稀灵药，价值连城。李道友真乃神人也，客卿长老之位非你莫属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青霞宗的首席客卿长老。我会把宗门内灵气最浓郁的洞府划给李道友。此时，夏竹言也已从突破的玄妙状态中回过神来，他快步走到李玄面前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双膝跪地，行拜师大礼。前辈再造之恩，竹言无以为报，请前辈收我为徒。你我缘法，日后再说。你且先稳固修为，莫要辜负了这身机缘。
不愧是青霞宗最好的洞天福地，王不语王宗主还是个实诚人。系统给我兑换一个最牛的灵根，兑换成功，已消耗1万因果点为宿主兑换太初仙根，剩余因果点99900点。刹那间，一团散发着宇宙初始气息的金色光环凭空出现在李玄手中。洞府之外，齐静书静静地守候着，为李玄护法。突然，山巅之上风云变色，青霞宗主峰的灵气被瞬间抽空。李玄那原本破碎的经脉竟然在快速修复，他的经脉也被一点点的扩宽。随后，这经脉上面竟然又开始出现一道道蓝色道晕。这是仙月，传闻中万古难得一见的绝佳修炼圣体，太棒了！系统，再给我看看最贵的功法都有什么。太初造化经，昊天上帝所修法门，圆满时可开辟世界，诞生6道轮回，天道气运加深，万法不灭。品阶仙品，价格10万因果点。就差100点，好难受，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。出去转转吧，赶紧找到下一株韭菜。李玄，你没事吧？静书，不必担心，我已无碍，根基初定，尚需一些时日静修稳固。什么？我放心不下师兄，便派王爵前去护送一程，竟会遭此毒手。我听说李玄是被青霞宗的齐静书带走了，会不会是李玄怀恨在心，指使其前辈杀害了王爵？肯定是他！李玄这个白眼狼，禽兽师兄好心派人护送，他不但不感恩，反而痛下杀手，他就是嫉妒师兄如今的风光。李玄狼子野心，我身为本宗副宗主，定要将他缉拿归案，为王爵报仇。师兄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别怪我无义了。传我宗主令，昭告整个北域，李玄品行败坏，欺师灭祖，将其逐出师门，除其宗门玉牒，从此再跟云霄宗无任何瓜葛。这消息一旦传开，李玄就是散修一个彻底的无背景，那些被李玄得罪过的修士，魔门必将蜂拥而至，看你死不死。此事由他的3位亲传弟子夏雨柔、苏黎洛、柳清城亲口作证。哎呀，李道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徐长老，我想问问，宗门里可还有像夏主言那般遇到瓶颈的弟子？不瞒李道友，像夏竹言那样的就那一个。不过宗门里却有一个奇怪的扫地老头，300年过去，他都容颜未变，只是时常疯疯癫癫，是咱们祖师爷当年从外面带回来的，其他的便一概不知了。祖师爷带回来的，还疯疯癫癫，这波稳了。姓名剑臣子，可以投资。目标人物9星剑宗最后幸存者，因宗门覆灭，目睹挚爱师妹惨死于仇敌之手，道心崩溃，神魂分裂，于疯癫之中度过3000年，投资回报率10倍。警告宿主，此次投资风险极高。9星剑宗，那可是3000年前以一宗之力压得整个9天仙域都抬不起头的剑道第一圣地，这是活了3000年的老怪物。你这个老家伙，前几天我祖父给人磕头受禄，今天我就好好拿你出出气。青霞宗就是这么教导弟子的吗？好家伙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哟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新上任的李大长老啊！怎么只点了一个夏竹园还不够？李长老这是又对一个疯老头感兴趣了，这口味还真是独特啊！怎么可能？他不过是一个凡人，我在怕什么？是否消耗因果点11100点为剑臣子投资？竟然要这么多因果点！修仙之路本就是与天争命，若瞻前顾后，还修什么仙？系统投资。投资成功，剩余因果点0点，因果点已置换为剑心通灵丹，可重聚破碎神魂，唤醒尘封剑心。怎么回事？投资成功，剑臣子连续1层，投资回报率10倍，投入因果点11100点，获得因果点111000点，总计因果点111000点。果然是炼虚大能，沉沦3000年，蒙小友唤醒神魂，再造之恩无以为报。疯了，真的疯了！几百年的扫地老头是沉沦了3000年的上古剑仙，堂堂炼虚道君啊！李玄一个凡人，竟然将他唤醒了。小友，有一事需要处理一下，稍等片刻。祖父救我，救我啊！此人屡次辱我，李小友认为该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剑臣子只是随手弹出一颗石子，动无月，他苦修多年的筑基神台瞬间崩塌，经脉寸断，修为尽废。而他的祖父却敢怒不敢言。从今日起，李玄小友便是我剑臣子的恩人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谁若与他为难，便是与我这把老骨头过不去。前辈说的是，我青霞宗上下此后见礼，可亲如见我，不如见祖师。李道友，此乃我本命剑丸，内蕴我一道巅峰剑意，可催动3次，每一次都足可斩杀炼虚9层以下的修士。多谢前辈。此时，云霄宗山门之上，数千道金色的宗主法旨冲天而起，化作流光，朝着北域各大宗门、城池急速射去。法旨之上，字字诛心。云霄宗李玄，其品行败坏，欺师灭祖，残害同门。此事已由其座下3名亲传弟子联名指证，即日起将其逐出师门，除名玉牒，从此生死祸福，与本宗再无瓜葛。李道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。
岂有此理！此等忘恩负义之宗，留之何用？待我出手，将此宗从北域抹去，再走不迟。前辈不可，我的事我要亲手解决。也罢，王宗主，你务必照看好李玄，他乃大气运之人，将来成就必然不在吾之下。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见面，告辞了。见臣子走后，李玄回到洞府，沉浸在刚刚花了10万因果点兑换太初造化经的玄奥之中，修为已经从一个凡人来到了炼气3层。这功法当真不愧是仙品，我若是跨境界挑战修士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需要的灵气量同样也是普通炼气修士的100倍。此时的青霞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来者正是李玄的3个白眼狼徒弟之一，接替李玄成为大长老之位的柳青城。云霄宗办事，无关人等退下。我乃云霄宗内门大长老柳青城，奉宗主法旨，提审一名叛徒。柳长老好大的威风啊！我青霞宗的山门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撒野了？哎呦！齐静书，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你也被那个伪君子骗了。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废人，敢杀我们宗主亲传弟子，搭上你自己和整个青霞宗。柳青城，我倒想问问你，当年是谁在亡国之际被李玄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？又是谁被他倾尽心血，从一个凡人公主一步步教导成如今的元婴修士？3年前又是谁为了救你，耗尽一身化神修为？你不仅一句感谢没有，如今反倒提剑上门骂他是伪君子。柳青城，你的良心呢？住口！我求他救我了吗？是他自己来的晚。我父王和母后死的时候他在哪儿？我的国家灭亡的时候他又在哪儿？全都是他的错。你现在出来做好人，不过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我的痛苦。在场的青霞宗和云霄宗弟子都愣住了，2个宗门的弟子竟然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那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荒谬。就在双方气氛紧张到极点，一股庞大的吸力扩散开来，青霞宗的灵气疯狂地朝着一个方向涌去。此时洞府中的李玄一口气突破到炼气9层，他走了出去，门外徐长卿正焦急等候。李长老，云霄宗的人打上山门，指明要……什么情况？李长老不是凡人吗？什么情况？李长老不是凡人吗？是他，他怎么敢出来？李玄，你这只缩头乌龟终于肯从壳里爬出来了。师兄怕你路途不顺，特地派人护送，没想到你狼子野心，杀害了禽兽师兄的亲传弟子，给我跪下！话音未落，柳青城突然发出一道攻击，直奔李玄的双膝，他要李玄跪。猝不及防的攻击让齐静书脸色煞白，元婴期的法力刚要调动，却已然来不及。太快了，一个元婴真人对一个凡人出手，竟是如此的阴毒。怎么可能？元婴4层就这点力道，看来我走之后，禽兽没给你发俸禄啊，连打人都软绵绵的。记得3年前你便是4层巅峰，怎么现在还是？你柳青城，你说你是奉了秦宗主的法旨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禽兽派你来，就是为了向我青霞宗宣战？柳青城被这句话的分量噎住了，他再蠢也知道宗门开战的罪名他担不起，这不是简单的2个宗门互斗，2宗同为北域一流宗门，一旦开战，就是整个北域都得搅得天翻地覆。既然不敢承认是宗门之战，那就是你的私人恩怨了。也罢，今天就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，你身后带来的这些弟子，随便挑3个出来，只要能打败我，我跟你回云霄宗，是死是活，悉听尊便。李长老，万万不可！别冲动，他带来的人最差的也是筑基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如果你们输了，就把我当初借你用的凤血玉还给我。当年你初入宗门，道基不稳，我寻来凤血玉为你固本培元。你说你喜欢，便暂时借给你把玩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便赔偿灵石，1枚凤血玉价值10万上品灵石。无耻，真是无耻之徒！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凤血玉？当时为了彻底稳固修为，后来我可是把凤血玉吸收的一干二净。凤血玉说送就送，那是有价无市的极品温养灵根的神物啊！要知道，上一枚凤血玉的出现，可是导致整整数十名化神真君陨落的奇宝。什么仇什么怨啊！当师傅的当到这个份上，就说是亲爹都不为过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周康你们3个一起上，给我废了他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李克星，我们哥几个下手没轻没重，要是不小心打碎了您的龟壳，可别怪我们啊！柳青城收的这几个弟子修行的功法，全是我当年随手丢在云霄宗藏经阁的删减版，用我的东西来打我，动手吧，我赶时间。找死！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！太吵了！李玄仅仅一击就击杀了周康，紧接着李玄瞬间出现在另外2名弟子面前，2人还来不及喊叫，就已经元神俱灭，在场的众人无不大惊失色。柳青城，现在把凤血玉还给我！
怎么可能？一个灵根尽毁、丹田破碎的废人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新修炼？还这么轻松就秒杀了3位筑基？怎么，刘大长老想赖账？10万上品灵石，这几乎是云霄宗这样的一流宗门小半年的净收入了。刘长老远来是客，如果灵石不够本座可以先替你垫付，你只需拿出一件等价的宝物做抵押，3日之内可赎回。若灵期未赎，此物便归我青霞宗所有了。什么？竟然是地品上阶法宝移光羽衣！传闻此宝水火不侵，万法难伤，更能抵挡元婴9层修士的全力一击。哦，我记得100年前，为了这件衣服，我与数百元婴真人浴血搏杀，才拿下此物。你说你需要护身法宝，便赠予你了。柳倾城，你可真是会过日子，用我送你的东西来抵另一件我借给你东西的债。好家伙，究竟好家伙，这收的哪是亲传弟子，分明是讨债的祖宗。先是凤血玉，又是倪光羽衣，还有什么是这位天君给不出的？原来是这个柳倾城给李天君造成了如此大的心理阴影，才让天君不敢再轻易收徒。明明李天君对着柳倾城掏心掏肺，他居然还敢天君出宗门，现在还打上门来恶语相向，要抓李前辈。同为女子，真可耻啊！李玄，你等着，今日之辱，我柳倾城他日必定100倍奉还。不是我等着，是你等着，给你的我会一件一件的收回。这倪光羽衣只是第一件。另一边，云霄宗天机峰峰主许清河，他本在闭关修炼，猛然睁开双眼，眸中满是惊疑。怎么回事？宗门的气运为何突然衰弱了这么多？莫不是宗门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？许清河为了探知真相，不惜耗损生命晶元，祭出万里关山镜，可短暂窥探一丝因果长河的轨迹。只见镜子中有一人背对众生，孤寂地站在一片虚无之中，只是回眸一瞥，这件极品宝物轰然碎裂。许清河眼前一黑，神魂剧痛，整个人向后倒去，彻底昏迷。那个背影难道是李玄师兄？李长老，你可算出关了！哎呀，本座这几天可是日思夜想，就盼着你出关呢。二位在此等候，所谓何事？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太乙丹宗有一株悟道茶树，其叶蕴含大道碎片，能助人悟道，珍稀无比。现在神树枯萎，谁能救活神树？太乙丹宗承诺可以向他们索取任何一枚，只要他们丹库里有的丹药，并且有悟道茶叶作为回报。任何一枚丹药，完美筑基丹有着落了。系统，悟道茶树能投资吗？悟道茶树乃是天地灵根，自然属于生灵的范畴，可以投资。此事我可以去试一试。太好了，若是能与太乙丹宗交好，那好处简直不敢想。对了，李长老，此乃玄品法宝千幻面具，可随意变换容貌气息。如今你声名在外，云霄宗那帮家伙又盯着不放，此行还是低调为好。就让虚长青长老陪你同去，他于灵智一道颇有研究，对外便由他主导。李长老你便宜行事即可。太乙丹宗今日汇聚于此不少的北域奇人异士，眼前一株古树静静矗立，整株悟道茶树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死气。李玄则是习惯性的先看下在场所有人的面板。贺云元婴9层目标人物不能投资。好家伙，又是一个能投资的都没有。诸位，神树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今日便有劳各位了。贺宗主，在下陈旭，此次我带来了万法门的正宗宝器，千镇到齐，诸位小友可否允许我？第一个，千镇到齐，那不是万法门的正宗宝器之一吗？据说此器一斩可演化千百阵法，玄奥无穷。万法门竟舍得将此等重宝拿出，看来对悟道茶叶势在必得啊！万法门有心了，不论成与不成，都是太乙丹宗的朋友。那便请道友第一个来吧。陈旭瞬间布下一座引动天地之力的顶级巨灵大阵，方圆100里的灵气瞬间被抽动，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木灵气长河，浩浩荡荡地灌入悟道茶树体内。这便是千镇到齐吗？能勾动100里的灵气，还能化为木属性灵气，难道有救了？然而半个时辰后，没有激起半点波澜。不行，神树生机断绝，灵气再多也无法吸收。让我来。大燕皇朝的前任皇帝萧衍，3000年前就已经是元婴9层的老怪物了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化神9层，看来这次前来是急需丹药来突破内需。随着萧炎将一抹金色光晕注入茶树，最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神树有反应了。太乙丹宗的众人脸上狂喜，然而仅仅3息，炎黄前辈收回手指，沉默了许久。生机已逝，根源已毁，非人力可回天，准备后事吧。神树终究是走到了末路了吗？草木有灵，岂能用这等粗暴的法子？看我的乙木催生诀！刹那间，精纯至极的乙木灵气自他体内喷薄而出，茶树竟然泛起了一丝微弱的绿意。天哪，真的有效！云霄宗的乙木催生诀果然名不虚传。岳山得意至极，他嘴角已经开始忍不住翘起。然而异变突生，那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丝绿意，仿佛承受不住这狂暴的力量，瞬间转为死灰。
就连树顶那最后一片苦苦支撑的枯叶，在这一刻加速枯萎，亲手斩断了它最后一片树叶的生机。太乙丹宗宗主双目赤红，恨不得将月山挫骨扬灰。不关我的事，是他自己不行了，对，是他自己要死的。宗主，我青霞宗或许还有一法可是。徐长青啊，徐长青，你可真是个人才，青霞宗是没人了是吧？太厌气小子出来丢人现眼，这神术连炎黄前辈与我都束手无策，你让他来干什么？悟道茶树，目标生灵可以投资，目标生灵为仙域神职，意外降临此界，根源受大道之伤，生机危如累卵，即将化为凡木，投资回报率100倍，是否消耗因果点1000点为悟道茶树投资？投资成功，剩余因果点10000点，因果点已置换为一捧息壤，此乃开天辟地之初，承载万物生机的混沌神土。够了，我宗神术不容尔等再三亵渎，来人送客。若我就不活他，我这条命赔给你太乙丹宗。李长老，万万不可啊！这可是青霞宗的宝贝疙瘩，神术活不活关我们屁事。要是李玄真折在这里，宗主能把我抽筋扒皮。你一个练气性小杂鱼的命也配拿来谈价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这里是10万上品灵石，我赌你输了之后跪在我面前自扇100个耳光，再学3声狗叫，你敢吗？好小子，竟然有这么多灵石，我跟你赌，还请在场所有道友作证。好，本座就看你如何逆天改命。李玄不再多言，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，先是把茶树周围的土挖走了一些，随后把系统那里得到的息壤填上去。搞了半天就是换了点土，我还以为有什么惊天手段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小子，愿赌服输，灵石拿来吧。谁让你碰了？小子，输不起就直说，非要在这死鸭子嘴硬吗？哎，到底是年轻人，脸皮薄，这下输了10万上品灵石，怕是想赖账了。赖账？他敢吗？太乙丹宗和炎黄前辈可都在这看着呢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月山再也等不及了，他一把将地上2个储物袋捞取过来。贺宗主，各位前辈，闹剧该结束了。这小子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，现在事实证明，他就是个哗众取宠的骗子。念在你年纪轻轻，却能拿出10万上品灵石，又不惜以性命为赌注，这份勇气也算难得。也罢，你的命我太乙丹宗不要了，走吧。就在月山抱着储物袋开口再次嘲讽之际，下一刻，悟道茶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崭新叶片。悟道茶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崭新叶片，只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，就变成了一株生机盎然的无上神植。整株悟道茶树仿佛被彻底注入了灵魂，发出一声震彻所有人神魂的欢愉嗡鸣。月山僵在原地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活了，活了，神树活了！神迹，此乃神迹呀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好，小友手段通天，老夫眼拙了，敢问小友尊姓大名？李凡。投资成功，悟道茶树活出第2世，已突破为悟道神树，投资回报率100倍，投入因果点1000点，获得因果点10万点，总计因果点11万点。等等，李玄去了青霞宗，而这李凡又来自青霞宗，难道他是李玄？就在此时，茶树有10片刚刚长出嫩叶，像是有生命一般，不偏不倚地飘落在了李玄伸出的手掌之中。天哪，这不仅仅是救活了神树，还赋予了神树更高层次的灵性与智慧，这是点化神灵，是创生之功。神树这是在感谢你，先生再造神树之恩，我太乙丹宗上下永世不忘。客气了，宗主。赌约该兑现了，是自己动手还是我帮你？你敢？我是云霄宗大长老，你动我就是与云霄宗为敌。话音未落，月山竟猛地捏碎了一枚藏在掌心的血色玉符，化作一道血色长虹，不顾一切地向谷外遁去。完了，让他逃了，速度太快，根本来不及抓回来了。此时一直沉默不语，老皇主萧炎终于动了。他只是轻描淡写的抬起手，月山就狠狠地撞在了前方突然出现的无形的壁垒之上。这一手镇住了全场。这就是化神9层巅峰的实力嘛！对天地法则的运用，以真化境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李凡先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不挺能叫唤的吗？输了就想跑啊？好了，可以履行赌约了。先生救我神树，便是我宗永世的恩人。以后青霞宗以后，在太乙丹宗采购丹药，一律8折。这里是30片悟道茶叶，请收下。众人既震惊又羡慕，这茶叶对于修士突破到元婴境的提升可以说是绝对的。换而言之，李玄手上握着的是30名元婴真君。敢问先生需要何种丹药？哪怕是那能助人突破炼虚的极品炼神丹，我宗也定当奉上。我要一颗完美筑基丹。李凡先生，您确定您要的是一枚小小的筑基丹？没错，完美品质、无瑕道运的筑基丹，1枚即可。好气魄，不为外物所动，只求道基圆满。看来小友志向之远大，非我等能及啊！苏副宗主，你亲自去丹库最深处，将我宗珍藏的那枚品质最高的完美筑基丹取来，不得有误。
小友，此乃老夫本命异火的一缕紫火，虽无焚天之威，却有生生不息之妙。关键时刻可护你神魂不灭，全当交个朋友，还望不要嫌弃。那可是传说中的异火，青莲地心火的本源紫火。这异火的价值根本无法用灵石衡量啊！先生，这是您要的丹药，还有这令牌可在我宗任意提前支取资源，购买丹药永享最高折扣。我太乙丹宗永远是先生的朋友。为了感谢萧炎的仗义出手，贺云又忍痛拿出了3片悟道茶叶赠予了萧炎。萧炎见状大喜，这正是他此行的最终目的。有了这3片茶叶，他突破炼虚的把握又大了几分。看来交好这位李凡小友，当真是好运不断。徐长老，我们走吧。李凡先生，请留步。不知先生可否移步静室，单独一叙？我是该叫你李凡还是李玄？苏雪，许久不见。你修为被废的消息传来，我第一时间就赶去了云霄宗。可是禽兽和柳倾城他们拦住了我，他们说你身体情况恶化，不愿意见任何人。凭我对你的了解，你绝不是那种会自暴自弃的人。可我当时只是个金丹，在他们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。原来如此，看来禽兽和那几个白眼狼背着我做了不少事，他们是怕苏雪见到我戳穿他们的谎言和丑恶嘴脸。当年我身中一种名为焚魂散的奇毒，家族耗尽资源，也束手无策。若不是你赠予我的炼丹术中恰好记载了一张上古解毒丹方，我早就魂飞魄散了。所以你不仅是我的机缘，更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难怪当年他会那般大胆，当众向自己表示爱慕，要结为道侣。李玄，你点头，我现在就去云霄宗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这笔账我要亲手去算。李玄决定在太乙丹宗停留几天，于是同来的徐长卿长老就先回去了。静室之中，李玄正在突破筑基，天空之上风云变色，瞬间惊动了整个北域。苏雪，里面怎么回事？李道友不会出事了吧？苏雪，里面怎么回事？李道友不会出事了吧？宗主莫慌，李凡道友再突破筑基啊！筑基？你管这叫筑基？这动静比老夫当年突破元婴都大。几日后，李玄要离去了，苏雪打算和李玄一起去青霞宗，于是2人前往太乙城传送阵。殊不知传送坐标已经被负责传送阵的长老篡改了。什么人？滚出来！秦宗主，明着不说暗话，我要与你合作，干掉李玄。吴长老何出此言？李玄师兄虽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秦宗主，收起你那套吧，屏下雨柔那几个黄毛丫头，怎可能将李玄赶出宗门？你我不过是半斤八两。吴长老果然是爽快人。李玄，你逼我下跪，非我4-2道图，老夫今天就要让你神魂俱灭。该死，果然有埋伏！2位元婴，3位金丹。苏仙子，这事与你无关。你若现在束手就擒，我等或许还能怜香惜玉，饶你一命。可要是执意要保他，那就休怪我等辣手摧花了。吴长老，您也太小心了点，一个小小的筑基一层，也值得咱们布下这等天罗地网。李玄，给你个机会，跪下磕头，就让你逃走。他为什么要逃？动手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不可能！另外2名金丹嘶吼着冲杀而来，3人战作一团，剑光霍霍，灵气四溢。另一边被苏雪死死拖住的吴代3人也急了，磨蹭什么？2个金丹打一个筑基，还要多久？2位何必还要伪装？你们把流云13剑练得真是漏洞百出。既然来自云霄宗，就不要藏头露尾了。陈玄，王爷，你们在黑风剑被3头5阶妖兽围攻，是我救了你们的命，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无耻！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道心吗？废话少说，今日李玄必须死。既然如此，老夫明白了，这是一次性的，所以没有把我们一同斩杀。他这是在赌，杀了他，他身上所有的机缘都是我们的。如果是寻常筑基修士，刚刚那一下至少要被抽取1半的灵力，可我也就消耗了1%。吴代，你当众下跪是因为你夜郎自大，你的孙子被废是因为你管教无方，而你也只敢在背后搞这些见不得光的小动作，就凭你这心性也配修仙？找死！吴代拿出了他的本命法宝地煞镇妖塔，朝着李玄当头砸下。李玄再次对着掌心那枚灰色的剑丸轻轻一躺，王爷被秒了。吴代心中大惊，他施展了压箱底的血遁之术，整个人化作一道刺目的血光，朝着远方疯狂逃窜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你不是筑基一层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给过你机会。这就是天品道台的筑基修士吗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筑基杀元婴啊？这真的太离谱了。内门长老元婴真君死了2个，宗门这是要变天了吗？云霄宗能位列北域一流宗门，靠的就是3位化神老祖和12位元婴真君，如今只剩下10位元婴了。你说什么？
那家伙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？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我这个宗主的位置怕是坐不稳了。我该如何向太上长老交代？你在想什么？弟子禽兽拜见江师叔，不知师叔驾临，弟子有失远迎，还望师叔恕罪。我刚一出关，便听说宗门陨落了2位元婴。禽兽，你身为宗主，对此事不可能一无所知吧？弟子不敢欺瞒师叔，陈玄与王爷2位长老却是弟子派出去的。我怀疑李玄勾结了魔道，使用某种邪异秘术，才得以重塑灵根。确实有可能，当年我亲手剿灭的一个上古魔宗里，确实有类似的秘术，只是那法门极其残忍，需要献祭100万生灵的精血魂魄，才能为一人重铸道基。弟子不敢大意，便派出陈玄、王爷2位长老以及3位外门金丹长老前去协助吴代调查此事，未曾想他们5人竟全部陨落。不过师叔放心，这段时日弟子已派岳山长老与北域太乙丹宗建立善缘。死了2个元婴，只能说他们学艺不精。你作为宗主，换来太乙丹宗未来100年的善缘，不错。果然，江云兰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，她只在乎结果，在乎云霄宗的脸面。李玄，你等着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贺宗主，人呢？说好的今天到，现在都过去3天了。贺云，你倒是回个话啊！李凡要是在你太乙丹宗的地界出了事，我跟你没完。宗主，人找到了，是苏雪的消息，他们没事，正在返回青霞宗的路上。哪里受伤了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有些人可真有本事，连自己宗门出了内鬼都察觉不到，差点害了人家的性命。我们宗门的事不劳齐长老费心，倒是齐长老，你这么急着冲上来，是怕李玄跑了不成？我怕他被某些没用的人再带进坑里。事情告一段落。至于云霄宗说李玄勾结魔门，血炼100万人重塑血灵根的事，李玄根本没有在意，也懒得去解释。现在他一心只想搞灵石，他这才铸就1层道台而已，后面还有8层，简直就是个无底洞。仙品万物熔炉经，以天地为炉，化万物为冰。此法门直指气道本源，大成者可炼化星辰，锻造乾坤。价格9万因果点。炼气吗？云霄宗能成为一流宗门，也是因为我当初自创的这地阶下品炼气术，在北域抢占了极大的灵气市场。苏峰主，不好了，筑气堂出大事了，张峰大宗师他炸炉了。什么？他神魂被地火反噬，受到了重创，不能再炼气了。如今他倒下了，筑气堂的产出必定会一落千丈。我作为峰主，以后我的灵石、我的丹药、我奢华的生活不就泡汤了吗？现在筑气堂的成器率如何？以前张峰大宗师只要6份材料，其他弟子大约15份材料，便能勉强炼制出1件上品灵器。可自从李玄走了以后，这成功率就一直在掉，现在平均30份材料才能出1件了。什么？30份材料，成本凭空翻了2倍还不止？这么下去，筑气堂别说赚钱了，不把宗门赔个底朝天就算好的。现在弟子们都在私底下议论，说李玄长老才是宗门的气运支柱，李玄在，气运昌；李玄走，气运落。住口！自己学艺不精，还有脸甩锅。这是气道朝拜，有炼气师引动了炼气一道的道灵，我们北域竟然诞生出炼气圣手，不行，这个人必须要尽快拉拢，要么将其扼杀，否则云霄宗的灵气贩卖必然受到影响。老霍，这些是30份清水剑的材料。30份，宗主，您这是要逼死我老霍啊！我最近手风不顺，12份材料能出1件就不错了。您这30份是想让咱们炼气堂3年不开张吗？宗主，您别告诉我是要他来炼制。李长老，你乃剑修出身，怎渴望谈炼气？这位李长老炼过几次气，知道几种灵矿的火候。宗主啊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李玄确实创造了很多奇迹，但是炼气一道非是数百年苦功才能见其成效，更别说这位李天君从崛起到现在一共就活了100年。李玄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他们并不知晓李玄当年炼气技艺就已有宗师的实力，只是剑道的天赋太过耀眼，旁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而已。王宗主，我炼气之时不喜旁人打扰。你以为炼气是过家家，还清朝？你把老夫的地火熔炉当成你家后院了，万一炸了炉，毁了老夫的心血，你赔得起吗？3份材料，1柄灵器，若是我做不到或损毁了任何器物，则我李玄自会补偿。系统兑换仙品万物熔炉经，你为宿主消耗9万因果点，兑换仙品万物熔炉经，剩余1万因果点。刹那间，一股浩瀚信息洪流冲入李玄的识海，从如何辨识一块凡铁的灵性，到如何引动星辰之力锻造神器。而就在李玄彻底掌握这门仙品法门的瞬间，就发生了刚才的气道朝拜。李玄也没注意到自己弄出这么大动静，随后一直在专注炼气。气道朝拜，真的是气道朝拜，而且发生在我眼前。我靠，我炼气有这么大动静吗？竟然引动了气灵朝拜。李玄，你没事吧？丹炉木炸吧？怎么可能？木有炸炉，木有废料，甚至连一丝炼气失败的焦糊味都没有。十柄，30份材料，按照老霍最好的成绩，最多出3柄，这一下就弄出来了10柄。快，老霍，快看看成色如何？我不信，这路面肯定有猫腻。这是极品灵气，10柄全都是极品。什么？我的天老爷啊，发财了！宗主，我们发大财了！
不对，这不对。老霍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平常挺稳重的啊。宗主，你们看，这把柄剑是属性加成的灵气，价值是普通极品灵气的10倍不止。疯了，这简直是疯了！李长老，请李长老教我，请李长老收我为徒，祸害愿为您执鞭追灯，终生侍奉。霍长老请起，谈不上教，只是有些心得罢了。敢问李长老，您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吃了10来片这个悟道茶叶。你说什么？那可是突破元婴的无价之宝。大炎皇朝的老皇主为了3片茶叶，不远万里从南域奔赴而来，你拿来当瓜子嗑？好了好了，还剩下些材料，我打算去把剩下的炼了。还有剩。李长老，这10把清水剑卖出的收益1半归你。李长老，以后你想什么时候来炼气，我随时清场。别说其他人，就算是宗主来了，我也敢把他轰出去。徐长老，云霄宗的苏黎洛说是要拜访咱们，已经到了。李长老，苏黎洛是您的前弟子，就算您戴着千幻面具，以他元婴境的修为，很可能会认出您来啊！听到此话，李玄掏出了当年他师父所赠的3清面具，能改变外貌和气息。李玄戴上面具，瞬间分化成了3道人影，左边老者形象，中间依然是李玄本尊的模样，右边则是李凡的形象。这是什么神通？贫道无崖子见过2位道友。本质上还是我，只是借助面具的力量，同时维持3个不同的身份罢了。妙啊！这样一来，既可以以无崖子的身份应对那些炼气师，又能保持李玄的身份不被泄露，而且还能用李凡的身份证明您确实是太乙丹宗的紫金贵客。待会儿你们要配合我演戏，霍长老，你先去主殿应付那些人，就说圣手性情高，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。然后我会以无崖子的身份出现，记住你们要表现得恭敬一些，不要露出破绽。放心，我们一定配合好。在苏洛离之后，其他宗门的人也被来了，大家都在那为炼气圣手露面。什么？霍堂主，我等可都是有身份的人，难道还入不了那位前辈的眼？我等带着诚意而来，还请通融1、2。宗门首席客卿长老李玄道。李玄，他怎么赶出来的？李玄，你与魔道为伍，怎么还敢来青霞宗招摇撞骗？苏峰主慎言，李长老是我青霞宗的贵客，绝非什么魔修。当初李长老在北域，谁人不知？他若想重塑灵根，自有无数种正道法子，何须用那等歹毒手段？你怎知他当年那通天修为，就一定是正道手段得来的？短短100年便修至化神，纵观古今，又有几人能够做到？或许他早已与魔道有所勾结，才能有那般成就，现在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。你血口喷人！宗主王不语，邪炼气圣手无崖子前辈到来。来了，那位引动气道朝拜的神秘前辈终于现身了。晚辈云霄宗玄机峰主苏黎洛拜见无崖子前辈。无崖子完全没有搭理他的意思，苏黎洛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此时已经有不少看戏的修士在偷偷发笑了。瞬间，苏洛离一股怨念从心底疯狂滋生。都怪他，肯定是这个李玄的错。现在整个北域都在疯传李玄勾结魔道，前辈不理会自己，一定是误会了自己和李玄的关系。王宗主，青霞宗乃是名门正派，为何会容许一个血炼生灵、品行败坏的魔头在此处逗留？这苏黎洛一直这么勇的吗？这可是我青霞宗的地盘啊！无崖子前辈，请放心，我苏黎洛虽曾经是这魔头的徒弟，但早已与他划清界限，就连当初将他从云霄宗玉蝶上除名，都是由晚辈亲手操办的。欺师灭祖这种事，藏着掖着还来不及，这位苏峰主怎么还拿出来当功劳炫耀了？这女人脑子有病吧？王宗主，并非晚辈多言，我最了解李玄的为人，他自私自利，贪图享受，沦为废人，还要占据宗门重要职位。您将他奉为青霞宗的首席客卿，恐怕会为贵宗招来天大的祸端啊！原来人在极度无言的时候真的会笑啊！苏黎洛实在太想进步了。自从李玄离去，没了额外的资源，他的修为可以说是毫无寸进。然而无崖子听完他这番话，依旧不搭理他。他意识到寻常的言语和礼物，恐怕根本无法打动这位性格古怪的圣手前辈。我想邀请前辈担任我云霄宗的太上长老，此乃我苏家祖传的地阶炼气秘术，后土运灵炼气诀，可沟通土属性的天地气灵，让炼气最后一道铸灵轻松无比。今日黎洛院将此秘术赠与前辈。见到此物，全场皆惊，殿内所有懂行的炼气师此刻全都疯了。那可是地阶秘术啊，每一本都足以被一个宗门当成镇派之宝，秘不是人。这不就是我当年创造的那本地阶下品炼气术万物土生诀吗？怎么到了苏黎洛嘴里就成了后土运灵炼气诀，还成了他苏家的祖传之物？苏黎洛，你编故事的本事倒比你修炼的天赋强多了。此物乃是我所创。怎么可能？李玄不是兼修吗？怎么可能精通炼气？估计是存心想拆苏峰主的台。我苏黎洛今日便以我苏家的100年清誉为证，此后土运灵炼气诀实是我苏家祖传之物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叫我苏家基业崩毁，万劫不复。这毒誓一出，空气瞬间安静。以家族清誉和基业发下如此重誓，这在修真界分量极重。此刻大家也开始相信苏黎洛了。这本秘术就在50年前，老夫早已见过。小辈，你可知老夫是如何知晓的？
这本秘术是李玄道友在50年前拿给老夫看过的。那么50年前李天君就拿给僧叟看过了。这么说，这本地界秘术真是李玄天君创造的？当时老夫在炼气一道上不过是个门外汉，是李天君不计出身，故而将此秘术拓印一份，与我共同参详。也正是凭借此秘术，老夫才能在炼气一道上登堂入室，最终有了今日的成就。僧叟前辈的引路人竟然是李玄，你身为李玄的亲传弟子，受他倾囊相授，不知感恩也就罢了，竟还敢盗其成果，冒充为自家祖传之物，你欺师灭祖，忘恩负义，滑天下之大稽。真是开眼了，一个元婴真君能拿家族的清誉当儿媳，夸饰啊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此物你不配拥有。前辈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废人与我云霄宗为敌吗？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他还敢威胁圣手前辈？前辈，我云霄宗乃是北域第一大宗，更是与太乙丹宗世代交好。只要前辈愿意入我云霄宗，宗门内所有丹药予取予求，太乙丹宗的上品丹药也唾手可得。苏黎洛越说越自信，声音也重新高昂起来。然而，他预想中无崖子惊讶或异动的表情并未出现，整个大殿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，所有修士都用一种看傻子般的眼神看着他。苏峰主，太乙丹宗广邀天下能人救治神术，云霄宗的月山长老，他可是在太乙丹宗大展神威，出尽了风头啊！看来月山所言不虚，我云霄宗的长老走到哪里，自然都是焦点。是啊，确实是焦点。他先是当众嘲讽炎黄前辈手段粗糙，然后自信满满的施展了他的以木催生诀。好家伙，那以木灵气灌进去，前一刻还吊着一口气的神术，下一刻最后一片叶子直接枯萎飘落，生机彻底断绝。月山长老亲手把神术送走了。什么？亲手送走？这哪是救术，这是奔丧去了吧？你血口喷人，这跟当初月山说的完全相反。我不相信月山敢撒谎。你问问在场的各位，当时在场的可不止我青霞宗一家。徐长卿说到此处，已经是忍不住笑出声。随后，他再将岳山与李凡打赌之事娓娓道来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。这故事可比什么话本子都精彩。然后打赌输了，逃跑失败，被抓了回去，当着数万修士的面，自己抽了自己100个大嘴巴子，最后还趴在地上学了3声狗叫。这就是苏峰主所说的与太乙丹宗世代交好，这交情可真是够铁的啊！李玄，都是因为他，如果不是他，自己怎么会沦为笑柄？今日之辱，我苏黎洛记下了。李玄，我们来日方长。这就跑了，我还以为他能再掰扯几句呢。这位玄机峰峰主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啊！诸位，老夫前些时日心有所感，随手炼制了些玩意儿，本是想交由王宗主代为处理。既然今日各位都在，便拿出来当场卖了便是。我操，30饼全是高阶灵气！我的天，前辈这是什么成器率？莫不是4、5份材料就能出一件？霍海与徐长卿站在一旁更是震惊。之前李玄说的3出1，根本就是在藏拙，真实成器率是1出1。其他宗门的修士摸到剑以后更是大惊，原来是极品灵气，而且是附带了不同属性的一种极品灵气。众人如同点燃了火药桶，开始疯抢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前辈的宝物价高者得，低价200万上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。那么贵，200万上品灵石，这价格足以买下一座小宗门了。我出300万，那丙火属性的。最终30饼极品灵气被瓜分一空。拿到灵石后，李玄回到洞府修炼，几天后便铸就了第2层、第3层道台，修为稳稳地踏入了筑基3层，同时也花费了100多万灵石。另一边，云霄宗主峰广场人山人海，禽兽站在山门前，面带温润笑意，亲自迎接8方来客。原来夏雨柔突破了化神。诸位道友，诸位前辈，今日是我云霄宗大喜之日。云霄宗副宗主夏雨柔于日前功德圆满，勘破化神大道，成就天君之位。可就在他笑容最盛的那一刻，远处遥遥地飞来一群身影，带头之人正是前去招揽炼气圣手的苏黎洛。柳青城没有多想，便迎了上去。二师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脸色好难看啊！你不是去请那位圣手前辈了吗？人呢？请到了吗？苏黎洛气愤地给柳青城讲述了刚才青霞宗的事情，并且颠倒黑白，添油加醋了一番。宗主师兄，我们被骗了。月杀那个老小子，他去太乙丹宗，不仅没有救活神树，还把神树给治死了。他还跟人打赌，输了之后，当着几万人的面自扇耳光，学狗叫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云霄宗的长老还会学狗叫，秦宗主，你们宗门还真是多才多艺啊！学狗叫，我没听错吧？云霄宗的长老月山，我记得此人灵芝一道颇有些名气，没想到还有这等才艺。
让月山滚过来。启禀宗主，我先前便去过他的洞府，结果已人去楼空了。他徒弟只说是外出执行宗门任务了。宗主师兄，月山之事只是小节，更严重的是，二师姐在青霞宗受了奇耻大辱。那个炼气圣手无崖子，二师姐本来是想将他招揽进我们云霄宗的。这柳大长老该不会想把当日之事讲出来吧？柳青城义正言辞地把苏黎洛颠倒黑白后告诉他的版本，当着数万人的面，一字不差的全都给抖了出来。那无崖子本来都心动了，可那李玄那个被我们赶出宗门的叛徒跳出来捣乱。李玄，整个广场死一般寂静。禽兽他想不通，柳青城这个蠢货是怎么能把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当成功劳一样，兴高采烈的当众喊出来的。而台下的苏黎洛满脸羞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现在恨不得把柳青城挫骨扬灰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秦宗主，你们云霄宗真是人才辈出啊！一个会学狗叫，一个拿着别人的东西到处送礼，还有一个把自家丑事嚷嚷的全天下都知道。佩服，本王佩服。够了，李玄，又是李玄，就算是成了废人，也要想方设法的来恶心我，来羞辱云霄宗嘛！一股无法抑制的怨恨与嫉妒，如同毒蛇疯狂地啃噬着夏雨柔的心。夏雨柔不理解他，明明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境，为什么李玄的阴影还是像噩梦一样缠着他？夏雨柔，你恨吗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看看吧，你引以为傲的一切，在他面前不过是个笑话。夏雨柔心魔的声音在他的识海中响起，他感觉自己的元神像是要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。禽兽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端倪。雨柔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的好宗主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你是关心我夏雨柔这个人，还是关心你宗主大位上那块最光鲜、最听话的垫脚石啊？怎么回事？夏仙子这是心魔入体了。听这意思，这里头有事儿啊！大师姐，你疯了！禽兽师兄怎么会是那样的人？闭嘴！你这个蠢货！你刚才那副上蹿下跳、摇着尾巴的样子，真是丑的别致啊！把云霄宗的脸，连带着你自己的脸一起丢到9天仙域之外，你脑子里装的不是修为，是粪水吧？苏黎洛，你也别躲着，拿着李玄独创的秘术，当成你苏家祖传的宝贝去送礼，这脸皮怕是连极品灵气都戳不穿吧？事情败露，就想把柳青城这个没脑子的蠢货推出来顶锅，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卧龙凤雏。我的师尊李玄他收我为徒，为我洗髓伐骨，为我寻来半部天阶功法，为我硬抗9曜神雷。我回报他的是什么？是嫌他碍眼，是恨他阻挠，是亲手把他赶去杂役堂，是让他滚出云霄宗。禽兽，你给了我什么？几句不值钱的甜言蜜语，几尊一文不值的破石像吗？这番癫狂的自白让整个广场陷入了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被这巨大的信息量给震得脑子发懵。原来真相是这样的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出闹剧该结束的时候，柳青城，长舌妇儿，若不是你乱我心，我岂会欺师灭祖？该杀！大师姐不要去死！广场瞬间大乱，宾客们惊慌失措的四散奔逃。柳青城是跑得快，他旁边的云霄宗门人就倒大霉了。瞬间，上千弟子纷纷殒命，禽兽化神一层的威压全力爆发，却无法压制夏雨柔。磨夏雨柔是在疯狂燃烧夏雨柔的本源与潜力，换取着短暂的超越极限的力量。住手！话音未落，云霄宗太上长老江云兰瞬间制服了夏雨柔。最终众人散去后盘点了一下，死了数千人，而且还都是云霄宗的精英弟子，其他宾客除了受伤，无一人殒命。这场景怎么这么眼熟？哎呀，我的李长老，你可算出关了！瑶池圣地那老婆娘要在山门口公开审判你是否勾连魔道，还请了整个北域宗门共建，好大的阵仗！数日后，一艘艘仙气缭绕的巨大飞舟缓缓出现在青霞城的上空。快看啊，那是瑶池圣地的青莲长老和云霄宗的夏仙子。是那个大白眼狼来了，若是敢污蔑李前辈，就是拼死也用鬼火烧死他。青霞宗无数闻讯赶来的修士，还有天眼剑宗、金刚寺、万雷宗，以及跟在他们身后无数与李玄有过节的修士。李玄，40年前北域剑道大会，你仗着修为高深，强取豪夺，夺走本该属于我宗的天心剑草，致使我宗前辈剑心蒙尘，至今未能突破。今日你这魔头沦为废人重修，正好新仇旧账一起算，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李玄，你这卑鄙小人，当年在九霄雷泽，你设计引动天雷，重伤我师尊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元镇便要替师报仇，将你挫骨扬灰。还有我金刚寺，你当年斩杀我寺护法长老，今日必须给个说法。诸位道友稍安勿躁，今日我瑶池圣地在此设下公审台，是为我北域正道求一个真相。有传言称李长老行了血炼生灵的魔道之法，这人夏雨柔仙子，请上台吧。我与李玄确实曾有师徒之名，那不过是一场交易。他看中我的上品双灵根天赋，将我收为弟子，是为了壮大他大长老一脉的声势。一场交易，两不相欠。胡说八道！李天君待你如亲女，整个北域谁人不知？你竟敢如此污蔑他！肃静！
李玄要求我断绝七情六欲，稍有与同门师兄弟亲近，便会招来他的严厉斥责与惩罚，导致我心魔大盛。一切皆是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。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走上血炼生灵的魔道之路，难道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吗？原来真相是这样，我就说嘛，好好一个天之娇女，怎么会背叛师门？原来是被逼的。这李玄当真是个伪君子，为了自己的面子，竟然斩断弟子的情缘。还以为你能拿出实质的证据，就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吗？那不是云霄宗压箱底的宝贝冰心琉璃佩吗？用来镇压心魔是不错，不过这玉佩压得越狠，日后心魔反噬就越是猛烈。青莲面对夏雨柔的那番指控，他并不满意，都是些师徒恩怨，根本构不成实质性的罪证。凭这些无法把李玄定性为魔头。好在他有后手带来了灵根测试时，并让李玄测试。这老婆娘还真是不死心啊！既然你们这么想看，那我就让你们看个够。上钩了！我早就在这块灵根测试石上动了手脚。魔界真的是魔界，李玄果然勾结魔道。直锤了，李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原来真的是魔头，李玄啊李玄，你也有今天。就这，以为动点手脚就能陷害我，太小瞧太初仙根了。怎么可能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混沌灵根？这怎么可能？九天仙域万年都未曾出现过的混沌灵根，竟然在李玄身上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当初宗门明明测过李玄，确实是灵根尽毁，这不会有错。传说中，天地初开时才会诞生的至高灵根，修炼速度是寻常天灵根的100倍不止，而且对天地法则的感悟更是深入骨髓。青莲长老，测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夏雨柔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，那股被他强行压下的怨毒与嫉妒再次疯狂滋生，他腰间的冰心琉璃佩疯狂闪烁，才勉强让他没有当场失态。诸位，别被李玄骗了，一开始的魔技做不得假。对，这绝对是李玄使的手段。哼！夏雨柔，睁开你的眼看清楚，那叫混沌灵根，是你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你说李玄控制你，我呸！当年是谁体质偏寒，3天2头走火入魔？是李玄独闯北海冰渊，斩杀千年玄龟，为你取丹调和。你说李玄斩你情缘，是孽缘是正缘？你眼瞎吗？是李玄怕你被骗了道途，才严加管教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天之娇女？你拜入云霄宗时，不过区3灵根。是谁不惜耗费本源，为你逆天改命，硬抗9曜雷劫，才将你提升至双灵根？我齐静书受李玄救命之恩，铭记于心。你夏雨柔却反咬一口，联合外人欺师灭子。原来还有这种内幕，不过这位齐真君也是真敢啊！元婴堆化身，气势上没有一点怕的。骂得好，骂得太好了！住口！就在齐静书快支撑不住时，青霞宗闭关许久的太上长老云方舟已站在齐静书身前。小姑娘，火气这么大，做什么？各位道友，既然瑶池圣地测试完了，是不是该轮到我们青霞宗？我青霞宗有传承万年的鉴真石，既然诸位信不过李玄小友，那便由我青霞宗来为大家再测一次，如何？不必了，此乃我瑶池圣地已故太上长老耗尽毕生修为以制的剑魔符，今日我便用此符看一看，你李玄身上究竟是魔运缠身，还是天命所归。剑魔符，你说它是剑魔符，它就是剑魔符了。此符来历不明，效用全凭你一言而决，到时候你说它是魔，它便是魔，我青霞宗恕难信服。谁知道你这老婆娘是不是又要耍什么花招？到时候黑白全凭你一张嘴，李玄岂不是任你搓圆捏扁？此符乃我圣地秘宝，可与我神魂相连，唯有我能催动，结果如何，我自会公之于众。那不还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谁能证明？我青莲在此立下天道誓言，以符箓探查李玄，所得结果绝无半句虚言，亦不会借此符伤害李玄分毫。若为此事，道心破碎，修为尽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轰隆！九天之上有无形之雷应和，天道已经见证了此事。这一下再无人有异议。青莲一滴本命精血点在符箓之上，符箓瞬间燃起2团金光，一瞬间没入青莲眉心，另一道融入李玄。刹那间，整个世界在青莲的眼中变了。他看到了李玄的身后有一条气运金龙，金龙仅仅只是一瞥青莲长老就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身体摇摇欲坠。随后，那气运金龙的视线落在了夏雨柔身上，一瞬间，他腰间的那枚冰心琉璃佩瞬间炸裂。青莲长老脑子飞速运转，天道誓言在身，他不能说谎，但也不能说出真相，因为一旦说出李玄身负气运金龙的事实，整个中域的势力都会疯狂。诸位道友，青莲方才探查李玄道友已有结果，李玄道友非是魔道。什么？不是魔道？怎么可能？青莲长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，青莲长老，你该不会是被李玄收买了吧？诸位是在质疑我瑶池圣地的公信力？一句话让3大宗门的人齐齐闭嘴，他们再不满也不敢公然与瑶池圣地为敌。就在众人还在消化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没了冰心琉璃佩压制夏雨柔又被心魔开始发作了。白
呵，我记得你当年为了抢天心剑草，暗中给你师兄下软筋散的人，不就是你吗？可惜你师兄就防着你了，你没得手，最后反倒是让李玄那家伙捡了便宜，你说你气不气？你胡说八道！元振替你师尊报仇，真是感天动地啊！可我怎么记得当年在九霄雷泽，你师尊找到那块先天雷晶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是想把你这个亲传弟子宰了，好独吞宝物呢。是你跪地求饶，又是磕头，又是叫爷爷，你师尊才勉强留了你一命。要不是李玄正好路过，引动天雷把你师尊劈成了重伤，你现在恐怕坟头草都3尺高了吧？阿弥陀佛！闭嘴吧！巫驴，你们金刚寺的那个护法长老背地里修炼阴鬼转生大法这件事，你们金刚寺的高层知道的人可不少吧？李玄杀了他是替天行道，你们找上门来是想做什么？妖言惑众，一派胡言！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太异毒了，这还是名门正派吗？还有天眼剑宗和万雷宗，这简直是丑闻啊！这反转太刺激了！王宗主，开护山大阵，最高等级，快，所有人退回宗门！青霞宗无条件相信李玄，林沧州毫不犹豫，与王不语一同催动了宗门大阵的阵眼。人群中，之前见过夏雨柔发疯的一些修士，连一句废话都没有，拼了命的跑了。此时的夏雨柔也彻底被心魔取代，一道漆黑的剑光一闪而逝，天眼剑宗的白河被斩杀了。法琛大师，救我！阿弥陀佛，救你！老子还想活命呢！大力金刚腿！不，那非洲之上还有10几名瑶池圣地的亲传弟子。夏雨柔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师尊，我错了。李玄整个人僵了一下，他不是心软，他只是觉得无比的讽刺。夏雨柔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的错误，心魔替他说了出来。很快，3大宗门的弟子几乎被屠戮殆尽。随着夏雨柔周身的魔气缓缓退回他的体内，他自己的意识重新掌控身体。他在原地震惊几息后，就立刻逃走了。什么？斩杀了数万人？不止如此，夏雨柔还劈碎了瑶池圣地的非洲圣地10几名亲传弟子全部殒命。都是因为禽兽这个蠢货，非要让夏雨柔去指证李玄，结果李玄没事，夏雨柔反倒心魔大爆发，把云霄宗往死里坑。宗主，各大宗门已经在传消息了，说云霄宗是魔窟，他们要我们交出夏雨柔，当众处决，不然舅舅联手灭了咱们云霄宗。瑶池圣女是你的道侣，你去处理，你亲自前往，再带上些礼物与补偿，再将责任全推到青莲头上。是他非要用剑魔符探查李玄，才引发夏雨柔心魔爆发，与你无关，与宗门无关。师叔，这听不懂还是不想去？该死的江云兰，该死的青莲，夏雨柔，总有一天待我修为提高，我要你们都跪在我的脚下。弟子明白了。那28宗联手施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弟子以为应当逐个击破。天眼剑宗同为北域一流宗门，与我云霄宗实力相当。若能率先安抚好天眼剑宗，其他2、3流宗门不足为惧。天眼剑宗那边我去处理。夏雨柔再如何疯魔，他也是云霄宗100年来唯一的化神天君，你要看好他。天眼剑宗那边我有把握摆平。至于其他27个宗门，既然讲理讲不通，那就拿金刚寺杀鸡儆猴吧。他们护法长老修炼阴鬼转生大法的事，也被夏雨柔当众揭露过。天眼剑宗退出联盟的消息一出，整个北域再次炸了，没了27宗联盟的主心骨，其他20几个宗门纷纷宣布退出联盟。原本轰轰烈烈的27宗联盟瞬间土崩瓦解。另一边青霞宗，李玄看着眼前上千名弟子，很无奈。我只是告诉宗主，让宗门内有潜力的弟子都来见我，结果来了上千人。李玄筛选了3天，结果一个能投资都没有，最后无奈收了3名看起来还不错的弟子。从今日起，你3人便是我记名弟子，夏祝言为大弟子，王明、赵谦为2、3弟子。宗主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李长老，请说。我想在北域各大宗门，甚至小宗小派中征召一些弟子。征召弟子，越是废柴越好，像竹言那样的最好。李长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天君这是走了另类的修炼意图，帮助他人就能变强罢了。不管是神妖路子，只要对青霞宗有利就行。李长老放心，此事交给老夫，征召那些陨落的天才来我青霞宗接受李天君的指点。几日后，青霞宗人山人海。今天已经是李玄筛查投资目标的第3天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苏婉筑基4层目标人物不能投资，这都快50个了，一个都没被选上。李天君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呢？莫非是要求太高了？嘿，李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赵武，你去青霞宗给李玄捣乱。你是何人？敢在青霞宗撒野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要揭穿这个骗子的真面目。李玄本就是云霄宗叛徒，今又在青霞宗招摇撞骗，让北域无数宗门的修士千里迢迢赶来，结果呢，一个都没选上，这不是戏耍大家又是什么？确实，李玄塞了这么多人，一个都没选上。是啊，木不是骗人的。一派胡言！李天君何等人物，岂是你能诋毁的？
何等人物，一个修为尽失的废人罢了。当年在云霄宗，要不是秦宗主心慈手软，他早就被处死了。禽兽派来的人吗？看起来不像，毕竟禽兽的人还是有点脑子的。李玄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当场证明给大家看。你不是说要挑弟子吗？那就当场挑一个，当场指点。若是能让那人修为精进，我赵武立刻磕头认错；若是不能，跪下道歉，承认自己是骗子。放肆！我师尊李玄是何等人物，岂会受你要挟？这李天君到底行不行啊？会不会真是骗子？可他之前指点夏竹言确实成功了，难道是青霞宗自己演的呢？发现可投资目标。姓名林墨，可以投资。目标人物身中上古魔咒，万蚁噬心咒，日夜受神魂啃噬之痛，万般折磨，经脉寸断，生机枯竭，寿元仅剩3日，投资回报率100倍。万蚁噬心咒。李玄，你在看哪里？是在找逃跑的路线吗？怕了就直说，跪下磕头认个错，爷爷我或许还能大发慈悲。我若能当场治好一人，你又当如何？你若真能当场治好一人，让其修为精进，我赵武就当着北域所有同道的面，给你磕3个响头。磕头？我听腻了。你我立下天道誓言，上生死台，演武场上不死不休。一个足迹4层，要跟一个金丹1层的修士上生死台，这是疯了，彻彻底底的疯了。生死台那可不是寻常斗法，一旦立下天道誓言踏上去，便只有一个人能活着下来。李长老，不可！师尊，不要！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是他自己找死。我赵武在此立下天道誓言，今日与李玄于青霞宗生死台上一决高下。若李玄能当场治愈在场任意一人，并使其修为精进，此誓言依旧生效。此战不死不休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李天君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就他了。这是谁啊？看他身上的魔气好生诡异，像是中了某种极其歹毒的咒术。这人还有救吗？看着都快死了，别说修为精进了，能吊住一口气就不错了。挑了这么一个快死的家伙，是打算等下治不好就说他本来就要死了，跟你没关系吗？算盘打的倒是挺精。装什么？待会上了生死台，要你好看。系统，我要为林墨投资。是否消耗因果点1000点为林墨投资？投资成功，剩余因果点0点。李玄的手中出现了一枚仿佛燃烧着火焰的丹药，丹药出现的瞬间，一股灼热纯阳的气息便朝着4面8方扩散开来，演武场上的温度都仿佛升高了几分。这是什么丹药？好惊人的阳刚之气！看这丹韵流转，至少也是无下品质，甚至可能更高。天哪，此丹药似乎是那些魔气的克星。因果点已置换为9阳焚天丹，可焚尽万蚁噬心咒，重塑生机，觉醒荒古圣体。荒古圣体又是一种万中无一的特殊体质，这笔投资值。张嘴，随着丹药入口，一股金色火焰从林墨的体内爆发出来，黑色魔气被强行从林墨的体内逼出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眼前这震撼而又诡异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疗伤方式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绝不可能，一定是幻术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林墨原本那瘦弱不堪的身体瞬间充满力量感。林墨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，他激动地跪倒在李玄面前，多谢前辈再造之恩，林墨此生愿为前辈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话音刚落，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猛地爆发开来，他的修为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开始疯狂的攀升，炼气1层，炼气2层，直到炼气9层巅峰才停下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场中那个脱胎换骨的少年，从一个将死之人到炼气9层巅峰的修士，只用了1炷香不到的时间。投资成功，林墨重塑生机，觉醒荒古圣体，成功突破至炼气9层，投资回报率100倍，投入因果点1000点，获得因果点10万点，总计因果点10万点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师尊，您才刚刚重修，根基未稳，何必与这种宵小之辈生死相搏？赵武是吧？开个价，只要勿伤害李天君性命，我青霞宗都可以给你无法拒绝的好处。对，赵道友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吗？一个云霄宗不要的废人，在青霞宗的地位如此重要，待会儿上了生死台，把李玄打个半死，留他一口气，既不违背誓言中不死不休的核心，又能拿到青霞宗的天大好处，还能回去跟柳大长老领赏，一鱼3吃，简直是天胡开局。七长老、徐长老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跟一个死人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你们认为筑基永远不可能战胜金丹，这是一个铁律，是9天仙域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今日我便要告诉整个北域，我李玄就是道理。好，李玄，你真是狂妄到了极点。既然你这么急着去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先敲碎你的4肢，再废掉你的道台，让你重修的一切化为乌有。对了，我是你的好徒弟柳青城派来的。血煞狂刀斩！台下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呼，夏竹言更是闭上了眼睛，不忍心去看接下来血腥的一幕。然而面对这足以开山裂石的一刀，李玄竟然一动不动。
怎么可能？自己的本命法宝竟然被震碎了！发生了什么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那可是金丹真人全力一击的法宝，就这样碎了，太弱了。我认输了，李前辈饶命啊！是柳青城指使我来的，他说只要我来捣乱，让您颜面尽失，就给我10万上品灵石，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啊！没想到李玄的实力竟然强到这个地步。今日我便让二等看看筑基是如何杀金丹的。李前辈，不要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天哪，我看到了什么？筑基杀金丹，这是神话吗？太可怕了！这位李天君究竟是什么怪物？他的刀台到底是用什么铸就的？昔日的北域第一化神天君回来了。林墨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李玄的第4位记名弟子，去找夏竹岩，他会为你安排住处，3日后再来寻我。是，师尊。云霄宗演武场上，近100名弟子正在柳青城的监督下进行着近乎疯狂的操练，他们的眉心都烙印噬魂咒，没人敢懈怠。昨天，一个弟子只是在演练剑诀时慢了半拍，便被噬魂咒引动，当场神魂刺痛，满地翻滚，哀嚎了半个时辰才缓过来。大长老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赵武长老，他的魂灯灭了！赵武长老，他的魂灯灭了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谁的魂灯碎了？是赵武长老。就在刚刚，他的魂灯灭了。赵武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一位金丹真人。圣主，云霄宗或许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理由？李玄在，则云霄宗气运鼎盛；李玄去，则云霄宗气运衰败。禽兽此人鼠目寸光，自断宗门根基，已是取死之道。如今李玄身在青霞宗，那条气运金龙的源头便在青霞宗。我瑶池圣地与之交恶，已是事实。当务之急，不是追究谁对谁错，而是如何弥补。至于云霄宗，一个即将被气运抛弃的宗门，对我们而言，已经失去了价值。冰离言之有理，禽兽的确是个祸患。不行，这个执事不能再干下去了，会死的，真的会死的。我再也不想当这个抱桑鸟了。李长老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是柳青城那个疯女人打的，我只是又报了一盏魂灯熄灭的消息，你们知道吗？从夏雨柔在化神大典上发疯开始，我们云霄宗的魂灯就没一天是安稳的。这个执事我不干了，我要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二人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向被他们视作懦弱的李飞，竟会说出这等叛宗之言。没想到陈清和王迅二人也在商议叛宗之事。走，我们不能再等死了。宗门里还有很多跟我们一样怀念着李天君时代的老人，还有很多不愿同流合污的弟子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那群疯子毁掉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带着他们一起走？是啊，这才是为云霄宗保留最后的火种。去哪？我们去投奔李天君。我相信以天君的为人，绝不会做事我们这些故人不管。当年他能带着云霄宗走向辉煌，如今也一定能。叛宗投敌，这是神魂俱灭的大罪。不管了，干了！我这就去联络丹药堂的张长老，他也早就受不了了。是李天君吗？是您吗？老朽王迅，玄机峰执事长老王迅啊！宗门要完了，求天君看在往日同门之意，救救我的，救救云霄宗最后的这点根苗吧。王迅吗？此人当年对我确实忠心耿耿，不过在我被废3年里，他一直迫于禽兽的威压，对我不闻不问。说下去。柳青城疯了，他彻底疯了。他用噬魂咒那种歹毒禁术来操练备战玄鼎之争的弟子，将整个传功堂变成了人间炼狱。上百个好苗子，如今只剩下不到30个，剩下的全都死了，被他活活虐杀。李天君宗门内的老人、长老、执事，还有那些心怀正道的弟子，足足有342人。我们不愿再与那群疯子同流合污，求天君大发慈悲，能给我们一个容身之所。我们愿为您做牛做马。300余名修士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青霞宗底蕴尚浅，高端战力更是稀缺。这300多名修士若是能收编过来，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战力。你们等着。李玄立刻去和青霞宗高层商讨此事，宗门等人都点头同意。若是能将这300多人一口吞下，云霄宗必然元气大伤，而青霞宗的实力则会瞬间暴涨，未来的玄鼎之争又多了几分胜算。我答应你们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们需靠自己的力量来到青霞宗，我会为你们规划一条绝密路线。此路虽然妖兽横行，险象环生，却可以避开禽兽部下的所有眼线和岗哨。能否活着走到青霞宗，看到明天的太阳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地图我已经烙印进了玉简，传过去了。王迅、陈清、李飞3人看着标记着无数危险区域的路线图，非但没有感到恐惧，眼中反而燃起了熊熊的求生之火。快，立刻通知所有人，记住，只带上最紧要的东西。半个时辰后，在后山断崖集合。行动！宗主不好了，王迅、陈清、李飞他们带着300多名弟子集体叛宗了。柳青城，你身为大长老，300多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走，你竟毫无察觉？宗主，叛逃者共计342人，皆是宗门的老人，他们都是当年追随李玄天君的旧部。又是李玄，柳青城。
弟子在。本座命你率领传功堂和戒律堂所有金丹及以上修士即刻追杀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342颗人头一颗都不能少。弟子遵命。与此同时，外围的密林中，王迅一行人正步履维艰地前行着。他们经历了数场妖兽大战，已经牺牲了好几名弟子，队伍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悲伤与低落。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！是柳青城，快跑！300多人亡命飞奔，王迅一边亡命飞奔，一边拼命看着李玄给的地图。地图上前方的断骨用红色的字体赫然标记着3个大字：绝魂渊，后有追兵，前世绝地。李天君，这是要我们去死吗？就在这绝望的气氛即将吞噬所有人时，一道凄厉的嘶吼划破了死寂。怕死的，现在就可以滚回去给柳青城那疯婆子磕头。李飞没有丝毫犹豫，竟是第一个朝着那深渊纵身跃下。大家看到李飞的举动，心想横竖都是死，宁愿摔死也不愿死在柳青城的鞭子下。300多道身影决绝地投入了绝魂渊的怀抱。传令下去，原地驻守，封锁渊口。这群叛徒要么在深渊的幻象中神魂崩溃而死，要么就是被里面的妖兽撕成碎片。若是侥幸没死，爬出来正好落入自己的天罗地网。投入深渊的众人，各种光怪陆离的幻象开始在众人眼前浮现，有心智不坚的弟子当场发出惨叫，心神险些失守。众人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，严格按照地图上标记的方位和步伐行走。走着走着，周围那些狰狞恐怖的幻象竟如同遇到克星般都退去了。我都懂了，天君他早就料到了一切，这绝魂渊是天君为我们准备的后路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绝魂渊正是李玄当年还是化神天君之时，为自己秘密开辟的道场之一。此地的阵法生门，整个9天仙域唯他一人知晓。与此同时，上方的柳青城接到了禽兽催促的传讯预检，柳青城脸色一白，不敢再拖延，带领追兵跳了下去。没想到刚下去就惊动了吸血妖蝠群，数万只妖蝠遮天蔽日的朝着柳青城等人疯狂扑去。一场惨烈的大混战后，柳青城带来的几十名金丹真人和2名元婴长老都阵亡了。宗主救我！我在绝魂渊，他们都死了，都死了！这是李玄的陷阱，连300多个叛徒都追不住，还折损了2名元婴，几十名金丹。本座养着你，不是让你给宗门丢人现眼的，自己想办法滚回来。如果滚不回来，那就死在里面，也算为宗门清理门户了。滚回来，死在里面，清理门户。原来在禽兽眼中，我就只是一个可以随时丢弃的废物。这一刻，柳青城脑海中竟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另一张脸，那张总是带着淡淡无奈，却无论他闯了多大祸，都会第一时间出现，为他挡下所有风雨的脸。李玄，曾几何时，无论是在秘境中被妖兽围攻，还是与人争斗不敌，只要他捏碎那枚师尊赠予的玉子，那个身影总会撕裂虚空，第一时间降临。李玄，都怪你！你要是没被废，我能落到这地步吗？你该死！你给我去死！大师姐，哼，丢人显眼。我等拜见李天君，愿为天君效死。起来吧，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云霄宗的王迅、陈清、李飞，只有我青霞宗的长老与弟子。我李玄不问你们的过往，只看你们的将来。青霞宗内论功行赏，有过必罚，能走到哪一步，全看你们自己。多谢李天君。对了，天君，有件事关青霞宗和北域所有修士的安危，我必须跟您说。说，从您离开云霄宗，苏里洛他任人唯亲，把他爹苏大强弄去铸器堂，父女俩用最劣质的材料炼法器，再一次冲好卖给宗门弟子。那些灵器看着光鲜亮丽，那里全是裂纹，好多弟子用的时候，法器当场炸裂，直接惨死。宗门弟子尚且如此，那些不知情的普通散修遭殃的肯定更多。我们去找禽兽禀报，可他根本不管，他眼里只有玄鼎之争的胜负，只有他自己的脸面，根本不把我们的命放在眼里。没想到短短数月，云霄宗竟糜烂腐朽到这般地步，虐杀弟子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这与魔门何异？还有1年就是玄鼎之争，云霄宗欠的债，我会让他们一一偿还，让他们身败名裂，血债血偿。师尊，出事了！林默拿出一颗流影石，一道光影缓缓投射在半空，画面晃动不止，显露出偷录者的慌乱。画面中没有厮杀，没有法术对轰，只有人间炼狱般的场景。求求你们，这件炸膛了，炸断了我儿子的手，退点钱给我们治病吧！晦气，自己灵力不存，炸了剑，还敢来讹诈苏家神兵阁，给我打！少主齐速精湛，好样的！李玄神色凝重，脑海中浮现后土运灵炼气诀，那是他当年为全师徒情分未收回的传承，如今却成了苏家作恶的依仗。师尊，这是中州林家传回的消息，那苏家仗着背后有云霄宗，有苏黎洛撑腰，在中州只手遮天，弟子无能，估计苏黎洛曾是师尊弟子，不敢擅自做主。不用说了，我曾以为留下一份传承，算是了结当年的他们苏家赠我一枚铸器丹之恩，也给苏黎洛留个体面，但我错了。慈悲生祸害，心软养豺狼。既是我种下的恶因，今日便由我亲自去斩了这个果。
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们苏家的回春丹，那是云霄宗单方改良的，50块零食一颗。你买了丹药还敢嫌贵，甚至敢说这丹药没药效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那是假药啊，全是面粉搓的，我的零件炸了，我想买药止血，你们这是谋财害命啊！放屁，那是你身体太虚，受补不住。再说了，你在我们店门口闹事，惊扰了贵客，坏了我们苏家的名声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我看你也没零食赔了，正好我们苏房少主最近练功，正缺几个品相好的炉鼎，拿这丫头抵债，算便宜你了。爷爷，救我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滚开！我看谁敢动，这可是苏家的地盘，背后站着的可是云霄宗，谁敢管闲事，那就是跟云霄宗作对，就是跟苏黎洛宗主过不去。老天爷啊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！就在护卫头领要带走女孩的瞬间，一股恐怖的威压毫无征兆降临。护卫头领脸上的狞笑僵住，身体无法动弹，手指僵硬如钢铁，眼珠子疯狂转动，满是恐惧。所有苏家护卫均保持原姿势，动弹不得。你是谁？老人家，没事了。恩公啊！我那儿子前些日子去猎兽，就是为了给苏家凑保护费，结果买的苏家零件，第一件砍下去就炸了，人没了。苏家不赔钱，还说我儿子毁坏名誉，把我家最后一点零钱都收走了。我想着买点药去跟儿子团聚，可他们连这最后的救命钱都要骗。围观修士纷纷红了眼眶，有人低声抽泣，脸上满是悲愤。李玄静静倾听，眼底的寒意越来越浓。李玄缓缓抬起头，目光越过人群，望向长街尽头金碧辉煌的苏府。回去吧，从今天起，中州再无苏家。这苏府的歌唱得太久了，该停了。杜少主，满营之辈，苏家有练气秘术，又有禽兽宗主和柳峰主做靠山，这就是中州的无冕之王啊！以后咱们可都指望着少主赏饭吃了。好说好说，只要你们听话，以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那些个不知死活的散修，就是一群蝼蚁，也就配给我们苏家当个垫脚石。少主英明，那些散修就是不打不老实，咱们苏家定的规矩那就是天条，谁敢不服？少主，出事了！回春堂那边有人杀进来了。慌什么？哪个不长眼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是不是又是那些个要饭的穷鬼来闹事？不是闹事，那人当街杀了咱们7、8个兄弟，现在正往府里来呢。少主，您歇着，别让这种脏东西坏了您的雅兴。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野修罢了，估计是修炼把脑子练坏了。诸位道友，咱们一起去把那狂徒拿下，把他点天灯，给少主助助酒兴。我当是哪路过江龙，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野修。小子，你是哪个山沟里冒出来的？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可是中州苏府云霄宗的地盘，敢杀苏家的人，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老赵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种愣头青我见多了，以为学了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行侠仗义，真是笑死人！小子，我看你也别挣扎了，现在跪下来，从这里一路爬进苏府大厅，给苏少主磕上1000个响头，说不定少主心情好，还能留你个全尸。好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跪下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那个被我姐扫地出门，像条丧家犬一样被赶出云霄宗的废人师尊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哦对，李玄。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？知道错了，想来我苏家打秋风，还是想求我姐赏你口饭吃？上，给本公子把他削成人棍，装进盒子里。我要把这份大礼亲自送给我姐当贺礼。你是人是鬼？你不是废了吗？你怎么可能杀得了金丹？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我有后台。我姐是苏黎洛，我爹是云霄宗特聘客卿，这玉符直通云霄宗内门，哪怕相隔万里，只要我捏碎它，云霄宗的大能瞬间就能感应到。李玄，你再厉害也就是一个人，你敢动我，云霄宗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信号发出去了，那是大长老柳青城亲自炼制的，这上面还有他的神念烙印。李玄，你完了，天上地下没人就得了你。识相的，现在赶紧给本少主磕100个响头，我也许还能让我姐留你个全尸。既然那是你姐给你的底气，那我便让你死个明白。你这引以为傲的苏家基业，甚至你姐那一身虚浮的修为，皆是我赐予的，既是我给的，今日我便全部收回。助纣为虐者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自今日起，中州再无苏家，谁若不服，让他来青霞宗找我。无名李玄。李天君来了，青天就有了。
爹，这难道是苏家的血气传讯符？家主，完了，全完了，有人杀进来了，苏府被夷为平地了，咱们家哪怕一块灵石都没剩下啊！我的灵石，我的聚宝盆，那是我的命啊！爹，到底怎么了？大小姐，少主也死了，一根手指，那个人只用了一根手指就杀光了所有人，我们挡不住，根本挡不住啊！他说他叫李玄，青霞李玄。李玄，筑气堂内瞬间死寂，弟子们停下手中的活，冷眼旁观。是你这个上门星，是你把他引来的。当初若不是你说什么师徒情分，非要去招引那个煞星，咱们苏家咋会遭此大难？我的家业，我苏家50年的基业都被你毁了。那个杀千刀的李玄，他咋敢杀苏放啊？这是苏家唯一的希望啊！怪我，苏大强，你还有脸怪我？若不是你贪得无厌，非要卖那些会炸糖的假货，若不是你纵容苏放在外面招摇过市，怎么会引来这种杀身之祸？李玄是什么人？那是化神天君，是曾经的北域第一人。你们拿了他的好处，还要去踩他的脸，真当他没脾气吗？现在好了，苏家没了。你这个不孝女，我贪也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供你和你那个弟弟修炼？现在出了事，你把屎盆子往你爹头上抠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瞧见没？这就叫狗咬狗。平日里这对父女装的人模狗样，现在到了绝境，比狗抢屎吃还难看。嘘，小声点，毕竟是封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李天君下手是真狠啊！听说苏家连地基都被平了，那是活该。咱们筑气堂的名声全毁在这对父女手里的假货上。听说了吗？云霄宗的苏宗师又要出货了，这次据说有上万柄灵气，品质比上次还好。真的假的？苏宗师真是神人啊！云霄宗有此人，真是气运长龙。什么苏宗师？我看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。我一朋友上次就买了他的剑，结果跟妖兽对拼，一剑就断了，害得我那朋友差点没命回来。你小声点，敢非议云霄宗苏宗师，不想活了？你不知道金刚寺都被灭门了？苏大强这颗棋子看来已经开始发酵了。祸海那边刚刚传来消息，受害者的名单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沓。现在只等玄鼎之争的舞台搭好，就可以给云霄宗送上一份惊天大礼。不过眼下还是寻找投资对象要紧，我还需要4万因果点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必须找到一个回报率足够高且身负大气运之人，才有可能凑齐。听说了吗？万虚秘境要开启了，到时候北域所有寻求机缘的修士都会前往。这个名字李玄有印象，是北域一处颇为有名的上古战场遗迹，100年开启一次，里面空间紊乱，法则残破，既是险地，也意味着无数被时间掩埋的机缘。最重要的是，每次开启都会吸引北域大半的年轻修士前往，人多就意味着有投资的价值。每个人上台都先要缴纳100枚下品灵石，谁能在日落之前守住擂台不败，谁就能拿走一个进秘境的名额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修为必须在金丹期以下。李玄心中念头转动，脸上不动声色，这正是他需要的舞台。3日后，黑石城西演武场，人山人海，声浪滔天。10座由黑曜石铸成的巨大擂台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。黑石城主一位金丹大圆满的修士悬浮于半空，声音传遍四方。比斗开始，10个擂台，日落之前立于擂台之上者得万虚秘境名额。比赛刚开始，所有选手正在登上擂台，一声大喝传来，只见一名身穿云霄宗内门服饰的弟子一剑将对倒下擂台，稳稳占据了1号擂台。是云霄宗的人，没办法，人家是大宗门，占一个名额也正常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很快2号、3号、4号擂台也相继被云霄宗的弟子以雷霆手段占据。怎么回事？又一个云霄宗的？他们想干什么？一个人占一个还不够，4个了，他们竟然占了4个名额，太霸道了！这还让不让我们这些散修活了？其他大宗门的弟子，比如清源宗、天眼剑宗，虽然也派了弟子前来，但最多也就拿下了一个擂台，便不再出手。显然是遵循着某种不成文的规矩，给其他人留些汤喝。唯独云霄宗咄咄逼人，丝毫没有顾忌。我记得这个小姑娘是夏雨柔的弟子，还真是有几分夏雨柔当年的影子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云霄宗会就此收手时，更令人愤怒的一幕发生了。一名刚刚拿下3号擂台的云霄宗弟子，竟直接跳到了5号擂台上。5号擂台的擂主是一名散修，好不容易浴血奋战才站稳脚跟，此刻已是灵力消耗巨大，就被云霄宗弟子猝不及防的淘汰了。这一刻，全场积压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。欺人太甚！真当我们北域散修是你捏的吗？云霄宗，你们要与整个北域的散修为敌吗？师尊说过，修仙界强者为尊，弱者的叫嚣毫无意义。这云霄宗从禽兽到下面的弟子都弥漫着一股子不知死活的傲慢，已完全忘记了我以前的教诲，人前要留一线。李玄本想再观望一阵，看看有没有值得投资的硬骨头跳出来，可云霄宗的吃相太难看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筛选了，他只好亲自下场了。给你3息时间，自己滚下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1、2，找死！好，干得漂亮！这位道友威武。
这座擂台我要了，还有管好你的人，不然我不介意把你们全部扔下去。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跪下给我云霄宗磕头认错，然后自断一臂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赵钱师兄可是内门前10的高手，这人要倒霉了。看来你管不好，找死，找死！金丹，此人绝对是压制了修为的金丹强者。对，一定是金丹老怪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太不要脸了！金丹强者来抢我们筑基期的名额，黑石城主呢？这不管吗？质疑声和怒骂声四起。擂台上，剩下的2名云霄宗弟子同时从各自的擂台跃起，来到李玄和白茉莉擂台之上，3人围住了李玄。阁下究竟是何人？怎么想一起上？对付你这种无耻之徒，何须讲什么道义？动手！够了。阁下可否让本座查验一番修为？李玄无所谓的摊了摊手，城主伸出一指，点向李玄的眉心，一股精纯的神识之力探入李玄体内，飞快地游走一圈。下一步，城主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。没错，千真万确的筑基7层。我活了数百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灵力洪流，这究竟是哪个圣地雪藏的绝世妖孽？诸位，此人是筑基7层。筑基7层，一个筑基7层，一招一个，秒杀了我们2个筑基后期战力不凡的师兄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秘法，隐藏了修为。你在质疑本座的判断？演武场的规矩，能者居之。你们难道想与我黑石城为敌？太阳既然已经下山，那我们便拥有3个名额。发现可投资目标：红崖筑基1层，目标人物曾为天哲之才，道基有损，80年修为不得寸进，寿元将近，投资回报率10倍。10倍吗？潜力真不算大，不过也总比没有的好。不过这人确实有点东西，身为一个散修也能得到1个名额。第2日的万虚秘境中，李玄站在那座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小木屋前，一道穿着云霄宗内门弟子服饰的身影出现在李玄身后。前取筑基8层，目标人物不能投资。筑基8层，云霄宗的人，万虚秘境何等重要？云霄宗这次派来的人都没有筑基9层的弟子吗？难道宗门内那些天赋更高的筑基9层弟子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李玄当然不会知道，云霄宗那些天赋绝佳的筑基9层好苗子，早在夏雨柔的化神大典上就被他发狂时一剑屠戮了个干净。如今的云霄宗年轻一代已然出现了断层，前驱这般的筑基8层，放在以前只能算中上，现在却已经是能挑大梁的精英了。能在这片妖兽横行的战场废墟中发现这样一座完好无损的木屋，里面必定藏有异宝。这个散修肯定已经得到里面的宝物了。把你从里面得到的东西交出来，我只说一遍，东西交出来，然后自费修为，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。本来想先放过这条小杂鱼去探查秘境的秘密，可既然对方自己上赶着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散修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云霄宗的剑法真是越来越回去了。前辈饶命！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前辈饶命啊！晚辈再也不敢了。我问你答。是，前辈您问，晚辈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万虚秘境何等凶险，云霄宗为何只派了你们这些货色前来？宗门内那些筑基9层的弟子呢？都死光了。前辈，晚辈的修为在这次进入秘境的弟子中已经是最高的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夏师祖在化神大典上心魔爆发，杀了2000多名同门，其中就有数百个天赋最好的筑基9层师兄。后来柳大长老为了备战玄鼎之争，挑选宗门精英进行特训，结果又练死了几十个。我本以为自己离开后，云霄宗最多也就是声望受损，我已经为云霄宗搭建好了框架，只要不乱来，将来必成圣地。却怎么也没想到，我那3个好徒弟再加上禽兽，竟然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一流宗门折腾成这样。前辈，晚辈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，求您看在同为北域修士的份上，饶晚辈一命吧。同为北域修士，当禽兽派王爵追杀我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什么同门之意。你是李玄？死了。前曲师兄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万虚秘境虽然危险，但妖兽的等阶最高也不过2阶上品，根本不可能对筑基后期的前曲师兄造成致命威胁。现在云霄宗就只剩我们2个了，我们要赶紧会合。站住，别跑！你肯定是和杀害我云霄宗前师兄的人是一伙的。误会啊！是你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大家一起上杀了他！完了，这3人联手一击，威势已经无限接近金丹修士。这位道友，威矣！前辈饶命！夏雨柔就是这么教徒弟的吗？是非不分，善恶不明，仗着宗门之势便可肆意欺压，草菅人命。这个散修竟然敢直呼师尊的名讳，而且是用这种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。既然他没教好，那我今日便带他管教一番。晚辈感激前辈的救命之恩，若非前辈出手，我恐怕已经死在了云霄宗那3人的围攻之下。你的道基阴毒入体，腐蚀了道台根基，对也不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系统投资红雅。正在为宿主兑换最适配投资目标物品，兑换成功，消耗因果点1万点。
此丹名为九窍补天丹，服下它可不你道基，圆你大道。红牙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，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那枚丹药。他经历了多少绝望与不甘，而现在希望就摆在他的面前。红牙重重地跪在地上。前辈，李玄没有多言，那枚九窍补天丹便化作一道绿光，稳稳地飞入了红牙的口中。红牙停滞了整整80年的灵力，如同挣脱了枷锁的怒龙，开始在他的经脉中疯狂奔涌。他的破碎道台正在药力的作用下不断重入，筑基2层，筑基3层，直到筑基4层才堪堪停下。投资成功，红牙重塑道基，成功突破至筑基4层，投资回报率10倍，投入因果点1万点，获得因果点10万点，总计因果点10万点。李玄的内心也泛起一丝喜悦，10万因果点足够他兑换炼丹之道感悟，铸就第8座道台，将修为一举推升到筑基8层。前辈，从今往后，晚辈这条命就是您的，但凭驱使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本名李玄，乃是青霞宗首席客卿。李玄，云霄宗100年来最精彩绝艳的化神天君，被3个白眼狼徒弟背刺，修为尽废，逐出宗门。而后在青霞宗再度崛起，公审大会闹得中域瑶池圣地都不得安宁，甚至前段时间还在青霞宗广开山门，为北域无数身患奇症、灵根有缺的修士指点迷津，一桩桩、一件件都堪称传奇。原来是李玄前辈，若非前辈赐丹，红牙如今怕是早已化作一捧黄土，哪还有命站在这里？前辈再造之恩，红牙不敢忘。红牙斗胆，恳请前辈收留，晚辈愿为前辈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绝无二言。求前辈给晚辈一个报恩的机会。玄鼎之争在即，我确实需要一些用得上的人手。这红牙道基重塑已是天品道台，未来潜力不可限量。更难得的是，其心性坚韧，又知恩图报，倒是个可造之才。我可以收下你，但仅为记名弟子。记名弟子。红牙非但没有失望，反而愈发激动。他知道这是前辈在考验自己，也是在给自己机会。是，晚辈遵命。好，这里面是我对刀道的一些感悟，以及一部地品下阶的功法，本雷狂刀诀，你请拿去好生参悟。另外，这枚令牌你拿着，可自由出入青霞宗，允许长青给你一处洞府自行修炼。红牙双手颤抖地接过玉简和令牌，只觉得他们重若千钧。刀道感悟，地品上阶功法。多谢前辈。1年转瞬即逝，李玄的修为也突破至金丹期。北域盛世玄鼎之争正式开幕，北域苍穹之上，天空中密密麻麻的飞行法宝汇聚成洪流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所有宗门按玉牌指引入位，不得喧哗，违者逐出观天台。云霄宗来了，是云霄宗的人。李玄师兄，近来可好啊？师兄，我可不敢当。当初我前脚刚离开宗门，后脚你就派人半路截杀我，这份情谊，我李玄可承受不起。什么？禽兽，你敢做，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。无论是谁，无论背后站着谁，杀人者人恒杀之。今日我就要讨回你欠我的，欠那些惨死弟子的。什么？禽兽宗主派人截杀前任大长老？我的天，这云霄宗也太黑了吧！当着全北域的面被人揭穿了。李玄，你敢污蔑我？当初你被逐出宗门，是你自己无能，今日还敢倒打一耙，你找死！禽兽本以为李玄会顾及云霄宗的香火情，有所隐忍，可如今却判若两人。他一想到李玄身负混沌灵根，若是让他成长起来，自己的宗主之位再也坐不稳。李玄，你灭我苏家，当初我就该直接杀了你，宗主还请替我报仇。李玄，你不仅罪孽深重，而且一个金丹修士，敢当面威胁化神天君，今日你必死。李玄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今日我就当着全北域的面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化神不可欺。不可能，我的化神威压怎么会对你一个金丹修士无效？这不可能。这时的李玄终于动，他取出那枚剑丸，还可以催动最后一次，炼虚之下皆可秒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可能真的会死。我不能死。放肆！玄鼎之争的会场，岂容尔等私斗撒野？晚辈禽兽参见萧炎道君，实乃李玄无礼在先，屡次挑衅我云霄宗，污蔑我派人截杀他。晚辈只是想稍加惩戒，维护宗门颜面。呵呵，我乃是北域第1大宗的宗主，萧炎道君必然会给我面子，好好惩治李玄一顿。道君明察，就是李玄胡言乱语，故意挑拨离间，求道君为我们云霄宗做主。萧炎冷哼一声，没有理会禽兽和苏黎洛，他的视线落在李玄身上时，身躯微不可察的一震。此人身上怎么会有我当初赠予李凡小友的异火？难道说原来如此？李凡就是李玄，当初我能突破到炼虚期，全靠李玄救活神树后，太乙丹宗赠予我的3片悟道茶叶，这份因果绝非小事。惩戒是，求道君明察，严惩这个目无尊长、胡言乱语的小子。你也配？
我的天，萧炎道君竟然呵斥禽兽宗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道君怎么不帮北域第一大宗，反而帮一个金丹修士？道君您为何如此？我云霄宗背靠中域瑶池圣地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云霄宗好大的威风，身为一宗之主，在万宗瞩目的观天台上，以化神修为欺压一个金丹修士，这就是你云霄宗的行事准则。还有你，身为元婴真君，言语恶毒，尖酸刻薄，可还有半分前辈高人的风度。云霄宗的脸都被你们这群蠢货丢尽了。师尊，这也太牛了吧，连炼虚道君都为他撑腰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师尊。滚！李凡小友，待此间事了，来主殿一叙，老夫有要事相商。好。诸位，50年一度的玄鼎之争今日正式开启。接下来，我宣布比赛规则：大比第一阶段破阵勘玄，所有宗门代表队将同时进入4象弥天阵，尔等需在规定时间内寻得并激活阵眼信物，击败其他宗门弟子，可夺其一半玄黄之气，最终以宗门剩余玄黄之气总量定下排名。此外，玄鼎之争亦是道心之争，若有宗门被证实以卑劣手段杀害北域同道行径，令人发指，将由老夫亲自出手，剥夺其参赛资格，昭告天下，其宗门上下永世不得踏入观天台半步。这个老东西为什么总是针对自己？李玄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随着萧炎话音落下，他猛地一挥手，出现了4象弥天阵的入口。萧炎再一挥手，观天台上出现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正是可以实时观测阵内情况的至宝昊天镜。所有队伍入阵。青霞宗的10人由夏竹言带头，化作10道剑光冲天而起。早已蓄势待发的各宗门代表队也化作上千道流光，争先恐后的冲向了那巨大的漩涡。随着比赛开始，高台之上数万修士齐聚，昊天镜悬浮半空，上面显示着赛况。不对劲，怎么了？你看我宗那名弟子的青蛇剑，可是中阶上品灵气，对手虽然号称天生神力，也不可能把它轰成这德行。这哪是碎炼，这是崩解，这分明是劣质材料炼的样子货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宗上个月从云霄宗买了一批灵气，就是这个苏大师炼的。上次跟妖兽打，那剑一碰就碎，我还以为我家弟子不会用。我家也是，那玩意儿跟纸糊的一样，我还纳闷中品灵气怎么这么不经造。合着我们买的都是假货，这就是北域有名的苏大师，就炼这玩意儿。苏大强听着周围那些毫不掩饰的讥讽与质疑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完了，我偷工减料的秘密要被扒出来了，不能再待下去了。苏宗师这是要去哪？这玄鼎之争才到高潮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你这大功臣怎么能走？坐下，再看会儿。苏宗师是云霄宗这次能冲到榜首的大功臣，劳苦功高，如今这荣耀时刻怎么能离席？秦宗主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随着几位修士曝光了苏大强的豆腐渣工程，全场瞬间炸了。难怪我徒儿上次秘境试炼，明明修为占优，剑突然断了，被妖兽吃了。假货，全是假货！3万灵石，我花3万买了个这破玩意儿。我的也是，全是假的。云霄宗退钱，还我徒儿命来！禽兽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他其实早就知道苏大强搞这些劣质货，看在他能给宗门赚灵石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想到搞这么大。他知道再不撇清，云霄宗的名声就彻底毁了。苏大强，我念你是黎落的生父，又会炼气，才破个屁你做个青长老，没想到你竟然狼子野心，中饱私囊，用这种垃圾糊弄我，败坏我云霄宗1000年的清誉。诸位道友，此时我云霄宗也是受害者，我常年闭关，疏于监管，才让这贪婪小人钻了空子，酿成大错。今日我就清理门户，给北域同道一个交代，给那些受害的弟子一个公道。业障，受死！秦宗主，杀人灭口这招你玩的倒是挺熟练啊。苏大强一个金丹期的客卿，没高层撑腰，他怎么练出10万件劣质货？难道你们云霄宗筑气堂连个账册都没有，连个质检都没有？还是说秦宗主你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傻子，这么好糊弄？这几句话字字诛心，瞬间点醒了所有人。就在这时，苏大强他彻底崩溃了。他看着禽兽眼里的杀意，知道自己要是不反抗，下一秒就死定了。根本不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是他们，是云霄宗。他们嫌正经炼气赚得太慢，嫌成本太高，是他们默许我这么干的。他们说只要赚钱，管什么质量。满口胡言，给我死！拦住他！秦宗主急什么？让他把话说完。要是真的是他一个人的事，不用你动手，我们亲自剐了他。要是还有别人拿这笔账，咱们就得好好算了。是你，就是你，刘倾城。你胡说！你含血喷人！我胡说！我刚进筑气堂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么练有隐患，会炸炉。是你亲口跟我说的。你说那些散修懂个屁，只要外表光鲜，能糊弄过去就行。是你逼我加快速度，逼我提高产量，不然我敢这么干。这是筑气堂的账册，收益我只拿了1成，剩下9成全进了宗门库房，全进了你们的腰包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你那只极品宝器7彩凤鸾彩，你那点俸禄咋可能买得起？那是我为了坐稳位置，花重金买来送你的，你敢说不是？不是的，这不是。
柳青城，身为大长老，收受贿赂，卖假货，坑害北域同道，你对得起那些因为你卖的破灵器死伤的弟子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禽兽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宗主明鉴，弟子也被骗了啊！苏大强虽是我生父，可他鬼迷心窍，背着我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我劝过他，可他不听，他还用父女之情要挟我，逼我闭嘴。弟子有罪，是我没早点大义灭亲，求宗主责罚。我愿跟这老贼断绝父女关系，从此势不两立。好家伙，这白眼狼卖亲爹倒是快。苏黎洛，你这个逆子，我为了你才去做这些缺德事，你现在卖我。这就是北域第一大宗，高层就这德行。以前他们宗门的弟子多横啊，现在好了，狗咬狗，解气。在场受过坑害的修士们集体暴怒。就在场面要失控的时候，一道洪钟一样的声音炸响，震得所有人都停了手。够了！云霄宗灵气造假，证据确凿，罪大恶极。但玄鼎之争事关万象阵界的名额，恩怨稍后再算。本座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禽兽，管好你的人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比赛继续进行了数天，终于结束。曾经多届玄鼎之争获得魁首的北域一流宗门云霄宗，这次算是彻底栽了。胜负已分，本次玄鼎之争魁首青霞宗，万象阵界的100个探索名额全归青霞宗。云霄宗没了李玄以后是真的不行了，只获得了第49名。当初还造谣说李玄勾结魔道，我看是禽兽那小子心胸狭隘，容不下真龙。可不是，人家混沌灵根，你看看现在青霞宗弟子个个如龙似虎，连荒古圣体都找来了。禽兽把李天君这么个真神往外赶，这不是自己掘坟吗？什么？李玄的这几个弟子竟然都有地阶功法，有这么好的东西，当初为什么不给我？我是他亲传二弟子啊，他竟然藏私！李玄，你还欠我们苏家一颗筑基丹的情，那是天大的恩情。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那些功法名额都有我们苏家一份，你不能忘恩负义。老东西要点你，你卖假货坑人的钱还没赔呢，就这货还克请长老，又见了修仙者的脸。你们几个今天表现不错，为师自当有赏。这里是1000万上品灵石，你们10个一人100万，拿去当零花钱。全场瞬间死一样的静，所有人都傻了。夏竹言他们眼睛都瞪圆了，他们1个月的月俸才3块上品灵石啊！青霞宗的弟子更是又兴奋又心虚，他们全程划水，这就拿100万。师傅，这是给我们的。那都是我的灵石啊！我这辈子累死累活做假货，2年才捞了不到1000万，结果李玄随手给徒弟的零花钱就比我一辈子赚的还多。我云霄宗现在穷得叮当响，弟子们都快吃不上饭，这李玄随手就拿1000万出来。李克清如此大方，本宗主也不能小气。凡我青霞宗今日参战的弟子，除了李克清给的，宗门再补500万上品灵石，一人50万。疯了，这是疯了吧？1500万上品灵石，谁说青霞宗是最穷的一流宗门？这他娘的比中域的圣地还豪横。李天君毕竟是炼器大宗师的朋友，随便一件极品灵器就上千万，这算什么？对了，云霄宗卖假货坑我们的钱呢。苏大强那个老骗子，还有禽兽，别想跑，退钱赔偿。我的本命灵气断了，你们必须赔。宗主，我好歹拿了49名，保住了宗门的唯一1个名额。你看人家青霞宗都发钱了，咱们是北域第一大宗，底蕴肯定比他们深，对吧？咱们什么时候发赏赐啊？不用多，100万意思意思就行。好啊，禽兽，原来你这么有钱，先把老子的账结了。对，先赔我们的，别让他跑了。这祸是你惹的，筑气堂是你管的，这笔账你自己填。宗主，我没钱啊，赚的钱都上交宗门了，我兜里就几万下品灵石，给黎洛准备嫁妆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没有，真当本座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？既然你不肯拿，那本座帮你拿。这起码有1000万上品灵石。苏大强，这是我凭本事赚的辛苦钱。辛苦钱？你管这叫辛苦钱？这就是你说的利润微薄，这就是你说的为了宗门大义。别演苦肉计，赶紧给钱，分给他们。几个云霄宗长老苦着脸，在萧炎的注视下开始现场分灵石，一个个报数：大炎皇朝20万，云山关10万，铁剑门3万。半个时辰后，最后一笔赔偿发完，1000万灵石连渣都没剩。拿到钱的宗主们脸色终于缓了。还好赔的是苏大强的钱，我的命保住了，回去就把这对父女抽筋扒皮。我们走。秦宗主这就走了。李玄，债已经还清了，萧道君都允了，你还要如何？观天台上的债是还清了，那观天台下的债你是不是忘了？话音落下，李玄大手一挥，无形的波动扩散出去，大地开始震颤。就见3万衣衫褴褛、满身伤痕的修士，有断手的散修，有抬担架的族人，有披麻戴孝的老弱，把整个观天台围得水泄不通。云霄魔宗炼器害人，禽兽老贼，还我全家血债！
1000万只够赔那些大宗门，这3万修士的债，秦宗主打算拿什么还？禽兽看着他们，猛然惊醒，那1000万本来就是这些人的血汗钱，他拿着这些人的棺材本赔给了那些大宗门，换了自己的命。他猛地转头瞪着苏大强，随即又强行挺直腰杆，厉声怒吼：李玄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！你煽动这些乌合之众围攻我云霄宗，究竟居心何在？这是我们的私事，买卖自愿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手？外人？谁告诉你我是外人？李玄手腕一翻，当啷一声，一截紫色的断剑丢在禽兽脚边，剑身上云霄的铭文清晰可见。1年前，我青霞宗也花大价钱买了你们的神兵，这就是证据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我怎么就不能讨债？禽兽看着那断剑，半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地上的苏大强慌了，他知道禽兽顶不住的话，第一个就会把他交出去，连滚带爬的冲出来，跪在李玄面前，哭天抢地。李天君，你不能这么绝啊！你狼心狗肺，你不给活路！大家快看，这就是你们眼中的大英雄。当年他就是个练气期，要不是我苏家给他一枚筑基丹，他早就死了，那是救命之恩。现在他飞黄腾达了，就要逼死恩人，有没有天理？苏黎洛眼睛瞬间亮了，这是翻盘的机会。他快步跑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苏大强身边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李天君，我爹当年为了那枚筑基丹，倾家荡产卖了祖宅，就为了帮你筑基，这份恩情你真的忘了吗？就算我爹做错了，你也不能赶尽杀绝啊！周围的人瞬间愣住了，窃窃私语起来。不少散修看向李玄的眼神都变了。禽兽在后面松了口气，只要坐实李玄忘恩负义，这讨债的人心就散了。谁知李玄突然笑了，越笑越大声，仰天大笑，随即猛地收了笑，眼神如刀，瞬间刺破了两人的伪装。恩情，好一个恩情！既然要算账，今日咱们就算得清楚。苏大强，那枚筑基丹是你给的？当然是我。放屁！那是苏黎洛的娘李香临终前硬塞给我的。当年她重病垂危，你在哪？你在赌坊，在花楼。那丹药是李香留给黎洛的嫁妆，是她最后的遗物。你几次三番要偷她去换酒，还赌债。要不是李香跪着求我收下，求我照拂年幼的黎洛，那丹药早就进了你酒葫芦。当年中州老街的邻居都还没死绝，要不要我抓几个来对质？那就算丹药是他娘的，你照顾黎洛也是应该的。你把他逐出师门，不是忘恩负义。照顾苏黎洛，你自己是什么灵根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是天生五行杂灵根，彻头彻尾的废灵根。你真以为你凭什么修到元婴？是靠天赋，还是靠毅力？狗屁！是我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我寻遍北域给你找吸髓灵液，给你炼酒赚筑基丹，为你求来天才地宝。你筑基用了10颗筑基丹，结丹我没日没夜守了你7天7夜，硬生生给你护上去的。你的每一次灵力，每一次突破，都是我用海量资源堆出来的。这些资源养10个极品丹灵根都够了，养头猪都能修炼成妖王。这笔债我李玄早就还了1000倍万倍。现在你跟我谈恩情，跟我谈因果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也配？不要脸，吸血鬼，白眼狼！世上怎么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？苏黎洛瘫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他的天才人设，他的骄傲，他的遮羞布，全被撕碎，踩进了泥里。禽兽只觉得浑身发冷，他一直以为李玄是重情的傻子，没想到狠起来是直接诛心。恩已断，义已绝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他们欠你们的血汗钱，欠你们的公道。今日我带你们，让他们连本带利全吐出来。轰！压抑了许久的火山彻底爆发，3万红着眼的修士发出震天的怒吼，如同决堤的洪水，带着吞噬一切的怒火，冲向了禽兽人人。诸位稍安勿躁，本座御下不严，除了苏大强这种败类，实在愧对同道，但赔偿我云霄宗绝不会赖账。说罢，他拿出了全身的家当，虽然只有50万上品灵石，但那是他原本打算打遍瑶池圣地的老婆本。随后，他猛地转头看向一起随行来的云霄宗弟子和长老们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平日里宗门待你们不薄，如今宗门有难，把身上所有灵石都拿出来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少长老偷偷把储物袋往身后藏。贪污造假是苏家的事，他们一分好处没捞到，凭什么要他们掏钱？不少人已经打定主意，回头就弃宗跑路。柳青城咬着唇，在禽兽吃人的目光下，倒出储物戒，里面仅有1万上品灵石，剩下的全是绫罗绸缎、香粉胭脂。就这点，你身为大长老，钱呢？我修炼要资源，还要置办化神大典的行头。他不敢说自己也是杂灵根，怕落得苏黎洛的下场。曾经高高在上的云霄仙子，此刻穷酸的像个破落户。半盏茶后，数10个高层凑出来的灵石堆在一起，堪堪200万。这就是北域第一宗，200万。刚才青霞宗随便一个弟子的零花钱都比这多。你们看柳青城倒出来的香粉，这时候还留着胭脂钱，真是极品。嘲笑声像巴掌一样抽在禽兽脸上，他脸一阵青一阵白，低吼一声，把那堆灵石推过去。李玄，今日出门匆忙，流动灵石不足，这200万先压在这，待我回宗开宝库，余款一定补齐。禽兽算盘打得响，心想只要回了云霄宗，开了护宗大阵，还钱。做梦！结果刚要遁走，一道身影鬼魅般挡在了面前。想跑，秦大宗主，账还没算清，想去哪儿啊？我回宗取灵石，你还要限制我不成？取灵石，你的人品在场谁敢信？这一走，怕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吧？不能放他走，给钱，我们要救命钱。秦老狗，不给钱就把命留下。要么给钱，要么留人。想用缓兵之计，你当我们是3岁孩童？
李玄，你欺人太甚！本座念在同门旧情，一再忍让，你真当本座不敢杀你？萧炎道君只说欠债还钱，没说不准杀人，给我滚开！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杀我，你也配？秦大宗主，你可以试试，是你的刀法快，还是我这剑丸快？误会，李师兄，都是误会，我给灵石，我给。谁是你师兄？别废话，现在就让你宗门的人送灵石过来。是，快通知副宗主夏雨柔，把宗门宝库的灵石全取出来，立刻送到观天台来，马上。发完消息，他整个人瘫了。云霄宗的脊梁彻底被这枚小铁丸压断了。李玄收回剑丸，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早这么配合，不就体面了？云霄宗人像待宰的羔羊缩在角落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艘山岳大的青色云舟破开云层，悬在观天台正上方，巨大的阴影把3万人全罩住了。那是云霄宗的正宗云舟，他们的老祖来了。一股化神后期的威压倾泻而下，数万名散修像割麦子一样扑通扑通跪倒在地，连几个二流宗主都被压弯了腰。禽兽感应到熟悉的气息，瞬间狂喜，朝着云舟嘶吼：江师叔，救我！这群散修造反，李玄那个叛徒要杀我，您快出手！闹够了吗？江云兰，在你眼里，是不是只要云霄宗的脸面还在，死多少人都不算事？放肆！本座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。禽兽是一宗之主，你辱他，就是辱我云霄宗。这笔账你想怎么算？辱人者，人恒辱之；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哪怕你是化神，也得讲道理。道理在修仙界，拳头大就是道理。本座今天就是不讲理，你能如何？好一个拳头大就是道理！江云兰，你那双眼睛长在头顶太久，早就瞎了。找死！他抬手，掌心凝聚出黑色的灵力漩涡，空间都崩塌了。化神一击，要把李玄碾成齑粉。李玄没退，时间的剑丸已经蓄势待发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神影猛地撞了过来，硬生生挡在了他身前。轰隆，巨响震彻全场，气浪掀翻了100丈地砖，骨裂声清晰传来。李玄错愕地看着身前的背影，是王不语。他受伤严重，却硬生生撑住了这一击。王不语，你也要陪这个疯子一起死？我陪你老了，江云兰，你个不知羞耻的老妖婆，你也配叫天君？我看你就是个老糊涂！全场瞬间死静，所有人都傻了。这个平日油滑的宗主，竟然敢骂化神大能老妖婆，禽兽都懵了。江云兰的脸瞬间黑如锅底，100年了，从来没人敢这么骂他。当年李玄是什么天赋？混沌灵根，北域万年不遇的天才，是你们这群蠢货把他赶出宗门。现在你还有脸在这装高高在上？这种能让整个北域都跟着腾飞的天才，你们说扔就扔。现在你为了这群烂到根的废柴要杀他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动他一下试试，老子跟你拼了！李玄当年为了你们云霄宗出生入死，甚至是为了救你那个废材徒孙才灵根尽毁。他在那破山上当了3年废人，受尽冷眼。你们这群白眼狼不闻不问。现在好了，李玄是我青霞宗的氪金，是我们全宗上下的宝，你们不要我们要，你们不护我们护，想动他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江云兰气急反笑，周身气势暴涨，要把王不语和徐长卿一起宰了。同时，齐静书落在了他身侧，元婴中期的修为全面爆发。紧接着，夏竹言、林墨等弟子和青霞宗的长老弟子们全都站了过来，结成了水波不进的战阵，把李玄护在中央。他们的身体在威压下受损严重，可脚依旧死死定在原地，一步没退。今日谁敢动我师尊分毫，便跟他战至最后。云霄宗忘恩负义，我青霞宗哪怕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不负恩。全场的人都看傻了，萧炎都忍不住点头，这才是宗门该有的样子。李玄看着那些哪怕恐惧到发抖也不肯挪步的背影，心狠狠颤了一下。他越过人群走了出来。江云兰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要守护的云霄宗和你瞧不上的青霞宗。今日青霞宗全宗护我一人，来日我李玄便护青霞宗万世昌隆。话音落，剑丸再次发出蒙吟。夏雨柔看着这一幕，她沉默了半天，终于开口，想用道德压人。李玄，你还要闹到几时？云霄宗养你100年，教你修行，赐你地位，哪怕你修为尽废，宗门也没赶你走，留你休养。如今你有了点奇遇，就联合外人勒索宗门，羞辱宗主，还要对同门赶尽杀绝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欺师灭祖，大逆不道！恩情，夏雨柔，你这个大白眼狼还会颠倒黑白啊？当年我为了救柳青城，灵根尽毁，我躺在病榻上3年。这3年，你可曾来看过我一眼？禽兽为了夺位，联合柳青城、苏黎洛断我月俸，扣我丹药，连凡人用的止痛草药都不给我一口。这就是你说的云霄宗的恩情。这种恩情你这么喜欢，不如我废了你灵根，把你扔去偏锋，让你也尝尝。惊雷炸响，所有人都懵了。原来李玄不是修炼魔功废的，是为了救云霄宗的弟子废的，还被这么虐待。住口！私仇算完了，现在算公道。你说我勒索宗门，江云兰，这就是你们筑起唐迈的神兵，往里面掺废料，偷工减料，是送命的阎王帖。这3万人，哪个不是攒了10年的灵石，买你们云霄宗的招牌？结果呢？
剑断人亡，你们不仅不赔，禽兽还要杀人灭口，要把所有知情人都埋了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名门正派，这就是你要维护的脸面。这脸面是拿万千修士的骨头渣子拼的，脏臭不可闻。云霄宗还我儿命来，还贤偿命。江云兰站在半空，看着下方愤怒的人海，羞愤恼怒的情绪翻涌。最后她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所有的伪装都没了，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意。很好，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，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们。江云兰周身化神9层的修为全面爆发，无差别笼罩整个观天台，修为低的炼气散修当场喷血晕倒，金丹修士也扑通跪倒一片。刚才的群情激愤瞬间被恐惧压了下去。李玄，你妖言惑众，煽动修士围攻正道宗门，乱我北域根基，此等行径与魔道合意。今日本座便替天行道，除魔卫道。江云兰的身躯和元神被剑丸搅碎，一代化神大能就此陨落，全场死寂。所有修士都目瞪口呆，心中满是震撼。金丹杀化神，这是北域修仙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。禽兽目睹江云兰被杀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快启动镇宗云舟，走，立刻走！禽兽疯了一般冲向云霄宗的镇宗云舟，柳青城、苏黎洛以及残存的云霄宗弟子也吓得魂不守舍，纷纷跟在禽兽身后，争先恐后的登上云舟。云舟轰然启动，破开云层，朝着云霄宗方向疾驰而去。想跑，云霄宗欠我们的债还没还完。诸位同道，云霄宗作恶多端，卖假灵气，害死人命，随我一起讨伐云霄宗，讨回公道，血债血偿。讨伐云霄宗，血债血偿，讨回公道。在场的各大宗门修士数万散修，个个义愤填膺，纷纷祭出飞行法宝，紧随云霄宗的镇宗云舟而去。3日之间，讨伐大军一路追击，与云霄宗展开了惨烈的大战。云霄宗虽然底蕴深厚，有护宗大阵加持，但人心涣散，弟子们无心恋战，各大宗门修士与散修齐心协力，护宗大阵很快被攻破，山门失守，惨叫声、厮杀声不绝于耳。禽兽亲自坐镇山门，手持本命法宝，与讨伐大军拼死抵抗。可他早已心神大乱，修为发挥不出3成，很快便身负重伤，被数名宗门长老围攻。李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云霄宗1000年基业毁在你手里了！而李玄的大徒弟夏雨柔，心魔再次占据了夏雨柔，不停地燃烧夏雨柔的本源与潜力，一直战到力竭。一名修士趁机挥剑刺向夏雨柔后背，夏雨柔避无可避，长剑刺穿他的胸膛。临死之前的夏雨柔终于悔悟：师尊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当年我不该听禽兽的话，不该对你冷眼旁观，不该帮着他打压你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下辈子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。随着禽兽和夏雨柔的死亡，云霄宗弟子彻底崩溃，要么战死，要么投降。曾经辉煌1000年的北域第1大宗，在短短3日之内彻底覆灭，沦为废墟。但是有2个人逃了出来，他们就是柳青城和苏黎洛。他们来到青霞宗，跪在李玄面前：师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年我不该苛待你，不该帮着禽兽对付你，不该收苏大强的好处，我错了，求你庇护我，不然我一定会死的。师尊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忘恩负义，不该帮着我爹做假灵气，不该背叛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收留我们，求你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2人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，不停忏悔，卑微的祈求着李玄的庇护，眼神里满是恐惧与不甘。王不语和青霞宗的弟子们看着他们，眼神里满是鄙夷与不屑，纷纷劝李玄不要心软。天君，这2个女人作恶多端，当年对你百般苛待，害死了那么多修士，万万不可收留他们。李玄沉默片刻，缓缓抬起头，眼神冷漠，没有丝毫波澜，看着跪在地上的柳青城和苏黎洛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你们的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。当年你们苛待我，背叛我，助纣为虐，害死了无数无辜修士，这笔账你们欠的太多，我没资格替那些死去的人原谅你们。师尊，求你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你别丢下我们。师尊，求你庇护我们，我们愿意做牛做马，报答你的恩情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当初你们选择背叛我，选择助纣为虐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日的下场。我不会杀你们，也不会收留你们，你们的路自己选的，就该自己走，自生自灭吧。李玄说完，转身离去。柳青城和苏黎洛瘫倒在地上，哭声戛然而止，眼神里满是绝望与悔恨。他们看着李玄离去的背影，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